对，就是，但是因为我上一次又怕那个嘛，我又我怕吵到中间，我怕什么有消息什么的，系统声音我就关的很小，我就不确定他给我4个小时，就到时间了以后踢出去的那个时候有没有提示音。他好像他如果没有提示音的话，我有时候也没有留意到时间已经到了。等我发现的时候啊，等我发现的时候其实到最后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没有太多的内容了，我就没有觉得没有必要再重新开一场，因为重新开一场录个那种3、5分钟好像意义不大，所以到时候看一下吧，看一下机构跟那个，看一下能不能跟这个平台的那个去交涉一下，能不能把最后那几分钟给大家补上啊？如果没补上也没关系，因为方法已经主要教给大家了。然后有的同学，呃，看到我之前那个有个上色什么，那个上色也不是那个啊，这个简单的颜色涂一涂，没有在课上教啊，没有在课上教，是我课后就简单涂2笔，找找感觉，随便画画的啊，没有在上课教你们这个上色，上色是专门的内容，是我们下一节课要开始上的啊。好，这节课我们就来给大家点评一下作业。作业还是这样的啊，我上一节课也有讲过，我们抽查作业的机制是这样的，在上交的同学啊，以那个代教老师，我们现在不是有两个组的那个代教老师吧？啊，是以大家的助教老师为分组啊，然后每个老师随机的抽取一些学员的作业来那个啊，然后是这样的，被抽到的同学被抽到的同学下一次再抽到的几率就会降低了，因为会优先那些之前没有被抽到的同学。那么越往后我们总共有4次作业点评课，越往后呢，那大家的曾经被抽到过的概率就会比较的大，就是尽量让所有交作业的同学都能够有至少1次被抽到的机会但是是这样的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如果你4次作业课你都交作业了，那你大概率就是会被抽到的应该是会被抽到的。但是如果有同学你只交了1次作业，比如说你只在第1次的时候交了1次作业，第1次没抽到你，那你后面不交了那就是可能你唯一交的那次作业没有被抽到，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就是大家尽量还是跟课，然后尽量交作业这样子总是有机会被抽到的。我们先看一下有哪些同学被抽到了，然后我就是随机按照我收到的这个作业的这个顺序来给大家点评。所以作业点评课中间我就不休息了大家如果需要休息，需要自己上厕所的话，就自己去自行解决然后可以看看你有没有被抽到根据你自己抽到的位置，你预判一下你的作业会出现的时间。然后没有被抽到作业的同学是这样的作业里面其实大部分问题都是比较，特别是我会重点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可能是会广泛存在的所以如果你的作业即便没有被抽到，有可能你的问题和被抽到作业的这些同学的问题是一样的另外如果我会在这个作业点评的里面讲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点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去听一下的另外我会讲一些比如说你的一些自测的方法，怎么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评价给自己的作业怎么看作业，怎么自测，这些方法学会了以后，也是对你自己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是有帮助的。好，我们看一下，希望大家以后交作业的话，名字稍微就是对，像这样署名清楚一点给我。抽到作业的有以下的同学DX 大侠，然后这个是 Echo 是吧？还有这是 Ina 还是 Anna？Ina 吗？Ina，这是
Mandy Memory 也都是这这个是 King 啊，这组是海外组啊，这组是海外组，都是英文名。然后这个是白白地瓜腊梅 Vivi， 这个是兔子猫，这是苏苏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国内组啊，都是可爱的名字。西西、周轩、可乐，李敏镐是吗 ？PQ 该起了，然后最后是 Jovi， 啊，你看这有一个没署名的孩子啊，来看一眼，大家醒醒，看看这是不是你啊？是谁没有署名？国灿，这个是 WY sister， 你这个字我看不清啊，安杰是吗？然后大家你看你们为什么班主任让大家写署名的时候尽量用这种尽量用这种印刷体。小黑啊，以下这些同学，尽量用印刷体啊，别考验我啊，我的那个眼神也不好，我的这个文字也不敏感啊。然后你们搞那种手写体或者写的比较草的话，我可能识别有困难，对我没那么友好啊。好的，我们一个一个来，一组一组来。我感觉大家的作业都完成的相当的不错啊，都很好。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那个零基础的，有没有零基础？如果真的有零基础的，你们第一次作业画成这样，那我觉得很厉害了。你们都画的这么好，就是让我有点飘啊，这到底是你们就是底子太好了，还是我教的好啊？这个画成这样我还是有点开心的啊。好，看一下 DX 大侠啊，你这个挺好的，挺不错的啊，没什么太大的毛病。像我如果我看作业的，我自己啊，我个人的标准是这样的，我不会过于的去吹毛求疵的去挑那种小毛病，不会去挑小毛病，而且我会比较尊重大家的个人审美，我不要求大家把作业都画成一模一样啊。然后所以说有的如果是审美层面上的，我会跟大家跟你稍微确认一下啊，我是包容度比较高的。然后如果是有比较典型的问题，或者是你觉得有些问题你没有发现的，我给你点出来。啊，像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毛病啊，线条也画得很流畅。手头上的那个控制力是比较好的，手头功夫是比较好的。然后她这个妹妹的话，两个眼珠的眼神稍微有一点点飘，就是你看右边，你会觉得她的眼神比较定一点，然后左边呢，她稍微有点飘。啊，左眼可能比右眼长了那么一点。左眼好像比右眼长了一丢丢。然后左边的眼珠，我的建议是稍微往中间来一点点啊，稍微往这边走一点。然后它的两个瞳孔，你有没有发现你画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妹妹给人的感觉好像有一点点不对称啊，两个眼睛有点不对称，就是有的地方微微的不对称是 OK 的，但是你看看这个不对称影不影响她的表情啊或者眼神的方向？好，另外就是有一点啊，大家画
睫毛有一个这里睫毛出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啊，睫毛出现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往左边的睫毛和往右边的睫毛，它们这样打架了，出现了这种像公牛角、羊角一样的这种形状，这种形状是不建议出现的啊，看两边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个这样的 V 字形，这种形状怎么去避免它？包括你看下面也是啊，你看没有？你左边分往左边往右边分的睫毛，出现了明显的太明显的这种中间过渡不流畅的问题，那应该怎么办？应该强调中间的这一根啊，那把它中间的这一根，把它这一根强调，然后往左倒和往右边倒，它的根部不要连在一起。那左边的这根和右边的这根，它们俩的根部不要连在一起，否则你看突然从这个睫毛突然从往左边一下子变成了往右边啊，中间这段没有一个好的过渡。你看这里稍微有点声音啊，这个是很多初学者画睫毛呢，这个地方容易画的不好看不自然的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注意它中间的这根啊，要学会去强调它的。学会强调中间的这根，甚至我有的时候会把中间的这个就是直的方向的这根呢，特别去强调出来，因为强调这根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在这个眼睛最宽的地方，放大眼睛。你看，在它的上边缘的顶端和下边缘的顶端，如果你把这两根睫毛画的长一点，其实你的眼睛是能够在纵向得到放大作用的。啊，这样看起来眼睛就不灵不灵的啊，像小星，你看这像不像一颗十字星星拉丝的这种感觉啊？它会更加会有一种有神的感觉。所以你们画睫毛的时候啊，你看这边的方向太平均了，你一定要让它慢慢的像一个扇子一样转过来啊，要有一个这样的打开的这种感觉。所以不要突然从往左边变到往右边。啊，这个方向的变化不要太突然，一定要让它慢慢的过渡，并且最好能把中间这根画出来。中间这根也不是说非得让你直直的往上画啊，你可以带一点点往这边，或者是往这边啊，带一点点小弧度，但是不要突然变啊，这个是唯一比较大一点的问题。其他的都还不错啊，然后这边可以稍微来一点胸锁乳突肌和这个锁骨的地方可以稍微再表示一点。头发画的也不错啊，其他的地方画的很棒。然后这是 Echo 同学的，感觉应该是一个比较零基础一点的吧，但是你的整个首先看大的结构啊，结构是 OK 的，然后五官的位置已经能够掌握了，五官的位置是掌握好了的，然后线条也是比较干净的。好快就没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你还想我给你细细的，就是这么快啊，就是这么快，20多个人。你想想，一个医生要在2个小时之内看20多个病人，你进去不得就这么2、3分钟啊？我现在就是那个问诊的，坐诊的那个大夫啊。专家号，你挂专家号，也就是这个速度。要不然你们100多份作业全部都讲，然后每个人给你讲个半个小时，我从今天讲到下个礼拜都讲不完啊。没啥毛病我就不会硬讲了，不会硬 Q 了。如果还有比你画的更好的同学，我就是一个100分我就直接过啊，没毛病的就不挑，不硬挑毛病，这就是我的原则，啊。有问题说问题，没问题我就夸，我不会硬挑啊，也不会凑时长。你不要觉得时间少你就那啥，你就亏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好，来这个同学 Echo 同学啊，首先你的优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你的
在整体的这个结构上已经把握的还不错了。从线条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看得出来是一个新手啊，看得出来是一个新手，但是我觉得画成这样进步应该是非常大的。好，现在讲一下具体的一些地方，你的睫毛啊，你的眉毛，眉毛就是像我说的呢，你的眉毛的问题就是每一根毛，你看每一根毛具体它都站得太直了，就是像我说的情况啊。你看我第一节就是讲五官的那节课，我就预判了会有一些同学画眉毛就是会画成这样，排坐，然后每一根毛都短短的啊，都竖起来，太竖起来了啊，这个眉毛的峰不够大。我之前就说了，你要想把眉毛画的再漂亮一点，就让它躺平啊，你看每一根毛的角度你再画的平一点，躺平一点啊，这样你的眉毛就能画的长。然后你的眉毛的方向，每一根毛的方向不要和你的毛流的大方向成一个垂直角度。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毛流，你整个眉毛的走势是从前往后的，对吧？但是你却把每一根眉毛画成了从上往下。你看，它就是这种啊，这种你就会导致你的眉毛看起来画的死板。哎，你这边你看你的后半段，其实你后半段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你已经开始躺下了，对吧？但前半段站的太多了，所以你把这个趋势啊，你把这个趋势再画的夸张一点啊，那再让它倒下来多一点，这样子去画它，顺着去画，啊，顺着这个毛流的大方向去画它。然后像你左边的就比右边的画的好一点，右边的就会你看起来很短促啊，稍微略显呆板，就是这个原因。然后睫毛也是一样啊，睫毛也是一样，你画的睫毛有点，放的太大了，画的时候放的太大了，有点束手束脚，不敢画的长一点。你看你，所以我们画睫毛一定要有个大局观啊，你先把这几根画长，尽量画长一点，中间再去用这种短的去填充。睫毛可以画长一点啊，毛发你都画的太短了。像这种下睫毛我们怎么画呢？下睫毛的平均长度我们就接近卧蚕。平均长度你要想接近卧蚕，那你势必要有一些要长于这个卧蚕，对吧？要比这个卧蚕要宽一点啊。所以新手画画的时候啊，不要把图片放的这么大去画，你放的越大呢，你的大局观就会丧失。你在画这些小的毛发的时候，你就会放不开，你会画的很短。好，所以稍微你看把它放大一点，啊，这样去画。还有一个呢，就是新手啊，就是这样。你看有的像这种应该画粗一点的线条，画的不够大胆，可以再画粗一点。像这个眼尾的眼尾的这种地方啊，眼线啊也可以画长一点，飞出去一点。然后你画的眼珠的问题，就是我之前也提到过的问题啊，眼珠的问题就是你藏起来的部分太少了。你看藏起来的部分太少了，你看你露出来的部分，如果我要把它补齐成一个圆形，它就只有一丢丢藏在眼皮里面。这样的眼睛的形状是这样的眼珠的形状啊，它是不够，没有像它这种十足的厌世感的啊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把你看不见的部分补齐以后，你会发现什么？有同学画出来的眼睛是一个葡萄形。啥意思？什么叫葡萄形？你看到了吗？它是一个竖起来的椭圆啊，像一个鸡蛋，像个鸭蛋，它是纵向的，它是一个纵向的啊，纵向的圆形，这样就不太美观。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我说的啊，画的像西瓜一样啊，画的像西瓜一样是什么呢？它得是一个横向的半圆，它更像一个横向的半圆。所以你看问题在哪？下面的这个点我没有动它，但是我把这两边加宽了啊，把这两边加宽了，这样会让你这个眼睛的形状呢，你如果把它补全，你想象一下，你做个完形填空，它藏在眼皮里的部分是不是变多了？而且它看起来是一个圆啊，是一个正圆，而不是一个椭圆。你这个把它补齐，它更像是一个椭圆。
给到了吗？所以眼睛的形状啊，眼珠子的形状，那虹膜的形状啊，眼珠的形状，你稍微给它画的宽一点，这样子去画它。好，然后把你所有的这个毛发啊，大胆的画长一点啊，画长一点，大胆一点。好，然后像新手啊，新手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大局观，就是你的线条哪些地方粗，哪些地方细。像这些有的地方太细了啊，该把它加粗的就加粗，然后像这个地方没有必要断开啊，脸型这种地方没有必要去断开它啊，该连的还是连起来，该封的封起来。你像这个地方，你的闭塞只画了下面这条线，其实你上面这条线应该跟它也要有一个呼应，要有一个呼应。还有呢，新手明显看得出来啊，明显看得出来你的这个是从靶子，你的脸从靶子直接出来的啊，地方是为啥？是这些地方太直了，太直了，然后转折有点生硬，转折有点生硬，像这个地方啊，转折有点生硬，你把它再弧形弧过来一点，然后这个角啊切的可以再稍微大一点，让它脸型就更流畅。还有一点就是啊，新手在画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下颌角找的这两个点的位置有点靠上，这两个点的位置有点靠上了，我的建议是把它往下移啊。你们在找点的时候，在在靶子上定点的时候啊，把这两个点就稍微往下定一点，这样你会得到一个，然后会得到一个更幼态一点的啊，这样的更流畅一点的脸型，下巴会显得短一点啊。然后这个下颌角啊，下颌角的位置不要太高了。你看这个妹妹，她的下颌角的位置大概在她的口裂线上下啊，你把它画到就是鼻子这个地方了，就会显得太高了。OK 吗？给到了吗？啊，其他的地方我觉得整体是有尽力的啊，进步是非常大的，能够感觉到。所以画完以后从大局观考虑啊，从大局观上考虑再调整一下。你看这个耳朵的位置也有一点啊，结束的地方有点太高，耳朵画短了，可以再下来一点点。从大局观上，最后呢，对你的这个画面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调整，比如说在线条的粗细上面有一些线，像这种轮廓脸的轮廓线啊，稍微给它再强化一点。好，下一个同学伊娜，是伊娜吗？啊，你画的这个妹妹还挺有自己的长相，还挺有自己的特点的啊，也还蛮好看的，线条不错啊，线条也是不错的，线条是好看的，然后结构是 OK 的啊，结构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然后妹妹本身长得也挺秀气的啊，你画的是一个挺秀气的妹妹，她是一个小小的这种鹅蛋脸的感觉，就还蛮不错的啊，就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个人中稍微有一点点长，怎么解决这个人中长呢？啊，你可以这样子，可以把嘴巴选中往上挪一丢丢，也可以把这个也可以把这个鼻子和这个人中一起选中往下挪那么一丢丢，都可以啊，就会显得这个人中这一条要稍微短一点。人中如果短一点的话，妹妹看起来会更可爱一些，会更可爱一些。然后还是上下眼线，你看你的下眼线勾勒的比较的粗，上眼线这里反而太细了，这根线有点单薄啊。上眼线大家可以尽量的画粗一点，上眼线画粗一点，并且因为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拍照或者干嘛的啊，天光都是从光线从上方落下来的多一些，你很少就是从底下打一个光，对吧？你很少去画那种底光啊。很少去画这种底光，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如果是天光比较强的话，这个上眼皮是会在眼睛里面形成一个一定的阴影的，所以上眼皮尽量给它加宽一点啊，画的时候。还有就是你的问题啊，伊娜同学，你的小问题就是你容易把这个下眼线的这个地方你画的低点啊，
弧度画的太大，弧度画的太大啊！你看你画的是一个这样的弧度，我如果把它拎出来，画出层，啊，它是一个这样的弧度。那实际上呢，它最好是什么样的一个弧度？稍微平缓一点啊。稍微平缓一点，能看出这两者的差别吗？能看得出这两种的差别吗？这是很多新手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新手会出现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刻意去，我猜想一下啊，然后有很多同学会被这个平行四边形干扰。你看你的平行四边形可能是这样，你很多同学刻意的去找这个角了啊，画着画着跟着这个下面的这个顶角就走了，所以下面这个弧度切的不够大，切了一个小小的弧度就会得到一个很弯的，下眼线啊。但其实你们知道上眼线和下眼线它的弧度是不一样的啊。像这个妹妹她已经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了。它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首先她化妆，她把那个下眼睑的下至画的比较厉害，而且它是一个略微就是那种上眼皮比较放松的一个表情，它这个表情显得它有点厌世感啊，它是一个3白眼，厌世感略微这种厌世的表情，所以这种表情它的上眼皮会稍微的平一点，放松一点，所以会显得这个下眼线的这个弧度会弯一点。但其实你们画更多的啊，有的时候画更多的那种照片啊，或者正常再常见一点的表情的话，或者是常规的你研究一个人的长相的话，他的上眼线是弯一点的啊，上眼线弯一点，下眼线的弧度没有那么的大，然后这样子平缓一点啊，不要突然在这个最低点突然往下扯啊，不要把这个下眼线画的像被一个手指扒开一样，做鬼脸啊，扒开一样，就是那种感觉，突然一个往下的，你看这里像不像是突然一个手指把它拨开一个往下的动作啊，不够流畅，这个角切的再流畅一点，这是主要的问题啊，其他的部分还可以。然后大家画肩膀啊，你看前面这个同学也是这个问题，你们画肩膀会出现一个缺乏观察，这个都是平时缺乏观察出现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大家都认为肩膀是一个圆圆的东西，都认为脖子是一个弯弯的线条，这就是你缺乏细致的观察了。其实你看他这个肩膀，你就发现了，肩膀这里它是有一个骨头顶起来的啊，这个骨头是锁骨的末端，锁骨的前端在这里，末端在这里，所以这里有个骨头顶起来，它剩下来的肩关节的骨头在这里，它是一个骨头盖在另一个骨头上面的，所以它们的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高点的连线，这里是一块皮啊，这块皮肤它们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偏直一点的线条连下来的，所以好看的肩膀啊，真正真实一点的肩膀，它是这个顶点过了以后，这边是这样下来的。你不要用一个很光滑的弧度去衔接啊，这样子画出来的肩膀就是会比较偏刻板印象、固有认知一点。你看这边的你就能 get 到一点，因为它这边露出来了，这里露出来的不多啊，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走势，但是因为这边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边缘，所以你们判断不出来，很多人就画着画着就变成一个弧形了。其实它这里也已经很明显了，你看到没有？有一个顶点拱起来啊，有一个锁骨末端拱起来的啊，很多同学在画肩膀这个地方都透露出了你平时的观察的不够细致的那种。
下一个同学 King 啊 King 同学，那你们下次交这个作业啊，如果是这种线稿作业，就不要尽量不要交这种白底啊，你看交白底在我这里非常容易过曝。好的，来看一下 King 同学这个很棒啊，这个画的挺棒的。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啊，眼神啊也把握的挺好的，啊，线条也画的很 OK。然后手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可以再稍微流畅一点。大家画线条啊，这里来啊，很多同学画线条，特别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同学，在画线条的时候会有一些习惯啊，会有一些把线断开的习惯。你看这里你就断开了，画手这里你有很多这种断线的习惯，包括前面那个同学有一些断线的习惯，这种线断开了会让你有的时候看起来会显得有点乱啊，会显得有点乱，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去处理呢？你这个地方可以轻一点，但是连着，因为断开线条容易有一个什么情况，它们接不上。你看你这个线条断在这里，它的下一条线条的起点在这里，这个中间它是这样的，会产生两个线头，会产生两个接不上的线头，所以尽量啊，你如果一个线要有粗细的话，或者是像你在画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一个接线的动作，那你在接的时候，中间你还是尽量轻轻的给它接上，让它一条线既有粗细啊，又有变化，但是它是流畅的。还有就是这种地方不要有啊，你看你画了很多这种短线条，那这种地方是会让你的画面变得很凌乱的一个点啊，这是你的一个习惯，看到了吗？这是你的一个习惯啊，你会用这种短线条，而且是成对的、成双成对的这种短短的这种短线条去刻画一些地方。但是我说过啊，线条这个东西，在你越是一个干净的画面里面，你这种东西它就越有指向性啊，它越有指向性。就好像为什么画人，你不要去画酒窝，对吧？在这个体系里面啊，你如果是写实的，你如果是画写实，你当我没说，而且你画写实，你脸上会有大量的这种调子结构性的东西，你酒窝也不会是这样，也不会用一个两个线和点点去这样表示，你一定是去做它的这个明暗关系，对吧？好，所以在这种以线条概括性的线条为主的这个画面里面，线条它都是有指向性、有含义的，所以没有必要啊，你在这种地方没有必要出现这种线条，它会让人觉得你这个手太老了，它会给人一种皱纹很多的感觉啊，皱纹很多的感觉。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画一些地方虚的和实的，比如说画卧蚕的地方，我为什么让大家轻轻的去用蹭一片，用这种一片的虚的这种画法去画这种卧蚕，对吧？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这里画两条线，哪怕你看位置也是对的，我没有去改变这个卧蚕的位置，对吗？我没有改变这个卧蚕的位置啊，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皱纹，它会变成皱纹了。所以也是一样，你如果一定要表达这种手部的这种关节感，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去画，你可以轻轻的啊，比如说大拇指这边，你可以轻轻的画一片，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来一片啊，我这个笔刷太粗了，你可以用这种轻一点的方法画一小片这个阴影，这绝对比你去搞两根这个线啊，比你搞两根这个线要舒服的多，所以要改掉自己这种小的习惯。你看你在画头发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这种，出现了挺多啊这样子的小习惯，但是你也有注意啊，也有注意在头发的这个体系里面出现这种是 OK 的，因为它的位置也还好，因为我讲过不要在中间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
对吧？很短的这种小线段，这样会让你的画面看起来很凌乱。但是他画在头发里面是 OK 的，再加上这个妹妹她是一个卷发的感觉，所以你画到这种地方啊，它对于这个画面的影响不大。但是你画到这个一个干干净净的手的上面，就会产生多的影响。其他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啊，五官的位置啊这些把握的比较好，脸型啊也是很好看的。其他的没有什么啊，没什么问题。Memory 同学，Memory 同学来看一下你的。好，这个时候要给大家引入一个自查的方法了啊，怎么样去检查？大家怎么样去检查自己画出来的这个人呢？有没有歪啊？有没有歪？像你画的这个妹妹，你有没有感觉到她的脸歪掉了？啊，怎么看出来的呢？你们心里面啊，你们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看不见的尺啊，你的眼睛就是尺，我们要把自己的眼睛锻炼成这个尺子的感觉。你要学会把人的脸上相对应的地方，相对应的这些点，你一一去找到，然后你干嘛？你把它连起来。短线你看不出来啊，很多同学呢，短的线段，你看短的线段，你看不出来它是不是平行了。但是，一旦你把它延长，你会发现什么问题？你把它延长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两条线都不，对吧？那这些线它都不水平了。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嘴反正至少有一些东西你画歪了，对吧？从这张图来看，这三条线，因为这个眉毛有点挑眉是可以接受的啊。像眼睛啊，这三条线问题不大。那这条线歪的厉害，说明什么？你的口裂线画歪了。啊，所以大家要学会自查啊。有的时候你这些地方注意到了，你就会自己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包括你看这两个耳朵，是吧？两个耳朵在不在一条线上？啊，这边的点和这边的点你画歪没画歪？对吧？有的时候，哎，下颌角这边的下颌角和这边的下颌角你连一下看看，歪没歪？要学会用眼睛去判断，如果真的你眼睛还判断不出来，你就直接画个线去量一下啊，这样就能看出来了。所以首先你这个妹妹嘴是有一点点歪的啊，这边的嘴画高了。好，然后这个鼻子，你觉不觉得单独看这个鼻子画的有点阔啊？画的有点太宽了啊，像非洲人的鼻子了。所以怎么办？你这个海鸥线，这个海鸥太平了，飞的。啊，你把它这个夹角画小一点。因为这个鼻子你们要脑补啊，它的宽度其实并不是到这两条线就停止了的，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虽然只画这两条线，但其实它鼻翼还有宽度啊，这只是鼻孔的两点，它鼻孔到鼻子的外边缘，它其实正常来讲还有两个鼻翼，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把这两个鼻翼补全以后，你不会觉得这个妹妹的鼻子太宽了吗？你觉不觉得她在这个体系下，她需要去做一个鼻翼缩小手术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偏漫画感的东西啊，你给他一个这么精致的呢，下巴下颌，对吧？说明它就是一个已经被你做过处理的啊，已经被你做过处理的非写实的一个东西。那么在非写实的这个体系里面，眼睛这么大，嘴巴啊，眼睛这么大，脸这么小，那它就不配一个这么宽的、这么写实的比例的鼻子啊。所以大家画这个鼻子这两根线啊。那这两个线的截止的位置，你要知道啊，它不代表整个鼻子的宽度，不代表整个鼻子的宽度啊。所以这个鼻子啊，你要把它画的再秀气一点，把它往里啊，往里再收一点点，往里再收一点。好，然后这个眼睛也是啊，大家画眼睛，你们画眼睛为什么有这个眼睛稍微大了一丢丢啊？可以再缩小一点点，再缩小一点点。
而且有的时候为什么会给人感觉你画的东西比较单薄呢？啊，他的眼睛为什么会显得大？前面啊有一些问题前面出现过啊，首先就是这个眼珠子，你看眼珠子补齐以后，它是一个纵向的椭圆形，看到没有？纵向椭圆形啊，因为你怎么看出来的？我不要眼皮里不去补眼皮里面遮挡的部分，你光露出来这个眼睛这个眼珠子的部分就已经很圆了，对吧？你露出来这个部分就已经很圆了，那么你再补上上面这一节部分，它就会变成一个纵向的椭圆。你看他们这种啊，有眼皮有眼珠被遮挡的时候，露出来的部分它一定是横向宽的，纵向窄的。你现在这个露出来的眼珠的部分，它的横向和纵向是差不多的高度啊，那么一定是画的太竖长了啊，所以把这两边画宽一点。很多新手画眼珠子这个地方画的不漂亮，都是这个原因。看到没有？把这两个角角啊高亮，啊这个地方给它画出来，这个就是你缺的啊。你们看看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呢，大胆的把一些该加粗的线条加粗，上眼线的线条就是得粗一点啊，粗一点，这种地方粗一点，让它的亮感上去，不要太细了，不要轻手轻脚，要放开一点。然后还有哪些地方呢？睫毛不够长，这就属于胆子小啊，胆子小，睫毛该画长的地方没有画长。其实你看你的位置啊，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新手就是这样，你的位置没有问题，方向也没有问题啊。然后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粗细，对吧？粗细长短，在这种上面出了问题，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太谨慎了，画的时候，最后画面的这个平衡感啊，没有给它处理好。那然后这个妹妹，你明显感觉到她一个下颌角在这，一个下颌角在这，有点歪啊，有点歪，嘴巴有点歪，get 到了吗？好，然后这个妹妹给人感觉头有一点大，头大的问题你不一定去改头啊，头大的问题可能你得去改一下身子。你可能把肩膀画宽一点呢，肩膀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点找到了，另外一个点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去连接的啊，它这样去连接的，看到了吗？来把这里画平一点，有一个这样的走势。好，然后呢，脸大啊，有的同学画出来会显得脸大，脸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头发的范围画小了。你如果觉得脸画的大了啊，画的大了，你就把它的呢都是画对比，画都是画对比，你把它的头发再画蓬松一点，然后耳朵再往外飞一点，飞大一点。你看这个脸是不是立马变得更小了？脸是不是立马变小了？然后还有就是啊，这个地方处理的，那鬓角的地方处理的不够啊，不够到位。那鬓角一定要去切掉它啊，把这一段给它画的明显一点。鬓角这边这样去处理。好，这边嘴巴啊，口泪腺这边降低一点。好，下一个 Mandy 同学，Mandy 同学在不在？在的话到你了，你们出来一下啊。哎，Mandy 同学在不在 ？OK，看一下你的。好，首先也是从你的那个线条啊，手上的功夫、线条语言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有基本功的啊，功底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妹妹画的呢，也是本身是好看的啊，也比较好看。然后它的比例啊这种结构关系也是很 OK 的，但是会相对来讲，你画的这个人会相对来讲写实一点，对吧？相对来讲比较写实一点，这个就属于个人审美了啊。
个人审美问题，我自己是不会太去干涉的，我不是很愿意去干涉别人的审美，我不是很愿意干涉别人的审美啊，所以我想，但是在这里我想跟你确认一下，你是自己比较喜欢这种啊，还是出于哪种情况？如果你是想画的稍微漫画感一点，没画出来，还是你自己觉得这种就是你想要达到的最好的状态？如果是前者啊，如果是前者，你其实希望你画的更夸张一点啊，更漫画感一点，但是你好像没做到。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一下，去调整一下。如果你觉得你如果觉得那种是你做得到，但是你不想去做，你就喜欢一个这样子的更偏写实一点的状态，那么你现在这个就是 OK 的，好吧？你现在这个就已经很 OK 了。所以你可以告诉我啊，告诉我你的真正的想法啊，像你这种啊，其实是很不错的啊，大局观也是有的，比如说轻重啊这种对比啊，你如果想往漫画的方向努力一下，那你就要知道啊，那你就要知道什么样的做法，什么样的做法可以让人显得更加漫画感一点，因为漫画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和写实之间，画漫画和写实之间，它除了具体的这种手法之外，因为你看你的这种手法啊，比如说像这种睫毛啊，对吧？这种手法，包括这些小的线条，这种方法的处理已经挺有漫画感了。比如说这种高光啊，对吧？这种小的装饰性的东西，这种已经很有漫画感了。那么它其实最重要的主要就是什么？主要就是比例啊，写不写实，判断一个东西写不写实，最重要的就是比例，就是比例。你给它套到一个啊，你给它换一个比例，它就会变得不那么写实。所以呢，如果想要把它的比例变得更漫画一点，主要就是什么？改变它的这种改变它的比例，首先呢是改变它的眼睛的大小，你的眼睛可以再大一点。另外其实就是眼位啊，就是眼位三庭的位置不变，但是是可以这样的，万事万物大家万事万物都可以三庭五眼，什么意思？你看一下啊，一个长方形，我也可以三庭五眼，比如说我把这两边切掉了，对吧？我把它分成一个三等份。好，剩下的这是眉毛，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嘴，它是不是满足三庭五眼？那么一个这样的呢，它也可以满足三庭五眼。你看我这样分，你看我只要把它分成三份，这是眉毛，然后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嘴。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三庭五眼啊，它并不能够决定你的这个，它并不能够决定你的画面是写实还是夸张，万事万物都可以三庭五眼。所以你不是说，哎，你不是说只要三庭五眼了，它就一定是写实的或者是漫画的，不是哦，它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取决于什么？你看，你要画一个长脸，还是你要画一个短脸、圆脸，这种它都是可变化的。你在任何一个轮廓里面都可以画出一个满足三庭五眼的五官出来，get 到了吗？那么所以你会发现，真人和漫画的脸的差别是什么？漫画脸它会比真人脸短。会比真人的脸短，也就是说这个更像真人一点，更接近真实比例，这个更接近漫画比例，很夸张了啊，悟出来了吗？大家悟出来了吗？啊，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颜值博主啊，女孩子她会把自己的脸 P 的短短的，你们看到一些修图工具啊，她会说哎缩短中庭，缩短下巴啊，化妆的时候会教你们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去画卧蚕，目的也是缩短中庭啊，怎么样把嘴唇画上来也是为了缩短人中，它就是会让哪里短短的，它会让这些地方短一点。让人中短一点，让中庭短一点，它就会显得更漫画感。所以其实你要把你的人画的稍微变得漫画感一点的话，很简单啊，其实很简单。
那我把你的这个眉眼选出来，你要在合适的地方，你只要在合适的点位去做一些夸张就好了。所以你现在的在技法的表达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啊，线条啊这些什么技法上的表达是没有问题的。你看我只要把你这个眼睛啊，我复制一个出来，复制一个出来，我只要把它稍微略加放大，然后呢略略的往下移，降低它的这个眉眼位。你看到了吗？是不是立马就变漫画了啊？变漫画很多。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还可以做什么？如果想让一个人更加的有漫画感，那就是你给他一个更夸张一点的脸型，比如说下巴，你可以在保持这个形状的基础上，把它稍微再收的尖一点，短一点，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偏漫画感的这种感觉了啊，对吧？这个地方你可以首先你可以在这个在这个比例上面，就是脸长和脸宽的这个比例上面去做手脚，然后呢，把它的轮廓再进行夸张再进行夸张，比如说更尖一点的下巴更完美一点的这种线条，也就是说真实的人的那种起起伏伏，什么颧骨对吧？下巴上的那种腮上面的肉肉双下巴什么的也全部都忽略不计。好，另外呢就是给他一个夸张一点的耳朵。让整个的这个脸的走势变成一个这样的大 V。就耳朵为什么要这样走？你看耳朵为什么要往两边飞一点？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和整个脸形成一个V 字的这种视觉线。如果你的耳朵还在这里面，对吧？那我的这个脸，即便我的这个下颌线是这样的，那我到了上面我就拐弯了，拐上去了，就不一样了哎，这种三角，对，这种倒三角的感觉，get 到了吗？漫画它的精髓在于什么？在于高度的提炼，高度的提炼和总结和概括性。因为漫画它就是它妙就妙在，对吧？它不需要花那么多的笔墨，它几笔就简单的用线条，用一些更简洁的这种视觉语言就可以画出一个可爱的有趣的形象。它不需要像写实那样去卡它的结构起伏抓它的那个明暗关系什么，这是漫画有趣的地方。get 到了你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眉眼的位置，看到了吗？眼睛的大小，眉眼的位置这是如果你想把你的人物画得更漫感一点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这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所以说如果不是审美的那个啥如果你自己的审美就是还是更喜欢写实一点的，你就按照你之前那个去做就好了。好，接下来是白同学。好，这个妹妹是可爱的是可爱的，所以你看我比较喜欢大家的，你看每一个人我比较喜欢这个结果，就是每个人他用同样的方法，你看都是我教的靶子的画法，对吧？大家其实在这个靶子里面，你既能够做到，你看大家基本上三庭五眼的这个结构抓的比较的合理，你既能够做到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结构，但是又能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画出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出来所以这是它就是又严谨，但是又不死板的这么的一个好处。好，看一下白同学这个妹妹其实挺可爱的，我感觉她有点肉嘟嘟，对吧？是那种肉嘟嘟的感觉，像前面这个伊娜同学，你画的妹妹就是属于那种清瘦型的，看到了吗？
所以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啊。这个妹妹就感觉是那种清瘦型的，脸薄薄的，然后这个妹妹就是属于那种哎小肉肉脸啊，气质是会不一样啊。啊，它也是这个也是好看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你这个肩膀啊，在观察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肩膀的连线，你的这个妹妹的肩膀比起来它端的更平一点，你如果把这个斜线啊观察到位的话，那把这个肩膀给它抬高一点啊，可以让这个妹妹的姿态更妩媚更灵动啊。然后这边你看这边也是啊，这边窄一点，那注意她的体态呀、你看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宽一边窄，这个妹妹是不是那种侧身耸肩的那种感觉，那种有一点那种娇媚的感觉啊，有点娇媚的感觉就出来了，有没有？好，然后这个耳朵这里啊，耳朵这里这一条线我就建议你不要画。如果是头发的话，我讲过啊，它头发丝怎么飘，怎么去分布，是我们安排的啊，不是随风随机吹起的。所以这根线它容易什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错觉，因为这根线和你的耳朵的这个轮廓线太相似了啊，位置啊、形状啊，包括粗细啊，你在线条的处理上，它容易给人造成哎，是不是耳朵在这里的错觉，所以尽量避免误会。大家在画的时候，如果这根线容易造成误会啊，造成那个，我们就不要它或者修改它。那这条线啊，我建议你就不要它啊，不要。然后呢，大家在处理这个鬓角啊，你看在处理这个鬓角的时候，有点胆小啊，有点不知道怎么搞，然后就给它糊弄过去啊。很多同学就是这样的啊，在这种地方糊弄过去，别糊弄，这样子啊，它就是这样走的。观察一下你的头发，那人的鬓角是怎么长的？发际线是怎么长的？发际线，发际线，发际线，顺着这边，然后呢，到了鬓角，它也是有发际线的啊。它本来可以是往下长的，但是你要把头发梳上去，对吧？你要把头发梳上去，所以它这边的发际线它就会要往上走，但是又因为它头发长啊，头发是长的，然后它会受重力的影响，或者是对吧？你扎头发不可能直直的抓上去，它又受这个头型的影响，所以它是弯过去的，它会挂到耳朵后面，所以其实耳朵是有一部分被遮挡的，原本耳朵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头发是一个这样的形状，这一部分被遮挡的耳朵呢怎么办？擦掉它。所以清楚了吗？这个地方怎么画啊？它是会有一部分的头发弯下来，那一部分头发弯下来会挡住耳朵的。你看你耳朵的线本来画在这里，对吧？但是有一个头发在这，它被挡住了，所以这个部分你就不要画。耳朵是有一个明显的会被遮挡的啊，被遮挡的。把这个地方给它画清楚啊。然后这个鬓角啊，它是从下面就开始要弯上去的。你这个弧度越弯它越好看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小碎发扎不上去嘛，它会掉下来啊。包括有一些是造型的小心机啊，在里面搞点碎发挡脸什么的。这个碎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不是从耳朵孔里面长出来的，你不要从这样凭空飘出来，它是从脸周围长出来的啊。把这个地方的结构给它表达清楚。这个妹妹的嘴巴你画的很饱满啊，画的很饱满，但是它其实是可爱的，是好看的。然后这个肉乎乎的嘴巴跟你的这个圆圆的这个脸型也是比较呼应、比较搭配的，显得这个妹妹就是感觉很好亲的样子啊，嘴嘟嘟的，所以是 OK 的啊。耳朵的大小也是比较合适的。好看下一个地瓜同学，地瓜同学应该是没画完对吧？对，是很好亲的样子啊，嘟嘟的。地瓜同学应该没有画完啊，那么我们就看看画完的部分。结构是 OK 的啊，结构是 OK 的。如果你想让你的妹妹更有漫画感，你就要更强调她，比如说脸的小巧啊，脸的小巧的话，
我就建议你后面你在画的时候啊，你在细画那个线稿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颅顶再适当的再加高一点，适当再加高一点啊，这样它的漫画感会更强。然后这个脸呢，这个脸大家不要被靶子，不要完全被靶子牵着走，靶子给你的是什么框架，你可以在这个框架的范围内再去调整。比如说你按照那个靶子描了一个这个脸型的出来，对吧？你现在看一下这个脸型，你有没有不够满意的地方，你就可以抛开那个靶子了啊，可以抛开那个靶子，自己再去调整了。那我建议你这个妹妹呢，调整的方向主要有哪个？下巴可以再缩小一点啊，这个妹妹下巴画的有一点点宽，那么你下次再画靶子的时候，你去找那个下巴那两个点啊，去找下巴那两个点的时候，你就再找近一点。啊，再靠近一点，这样你画出来的下巴呢会显得更小巧，啊，更尖一点。好，首先下巴再往里收那么一点点，好，然后就是下颌角，你的这个下颌角感觉偏方了，这个脸，这妹妹画出来像一个小方圆脸，对吧？你如果想让她的脸不要那么方，你这个圆你给它切大一点，你看你不用动这一块和这一块，看到了吗？这两个地方的线是好看的啊，这两段的线条是好看的，那你需要动的只是把它们衔接它的这个弧度，你稍微切的大一点，然后这个脸就一下子变得更秀气了啊，变得更秀气了。还有这个大家注意我们画这个内眼线和外眼线的时候啊，上眼线和下眼线的时候，那上眼线要比下眼线长，所以这个眼尾你可以画飞出去多一点，飞出去多一点就好看了，就好看了啊。好，另外这个肩膀啊，你再去好好的比较一下你的这个那个啥啊，这个比例，这边可以再画的稍微的大一点点。好，我们再看看腊梅同学啊，腊梅同学这个完成度挺高的，画的挺漂亮的，还加了一些这种小高光的感觉，所以整张图直接拿出来给人感觉完成度比较高啊，并且这个内外轮廓的这个对比做的非常的棒啊。然后你的这个妹妹呢，感觉就是她是一个窄的小鹅蛋脸，对吧？窄窄的小鹅蛋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然后我感觉稍微有一点点，你把它水平翻转过来看一下，那水平翻转过来看一下，这边稍微，那这边宽了一点，对吧？那这边的方向是往外横着走的，这边是稍微往竖着走的，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脸啊有一点点歪，有一点点歪。当然这个歪呢，可能跟他的表情也有一点关系啊，会受表情的影响。但是我会觉得这边眼睛长了一点，比较舒展，然后这一段稍微窄了一点。所以大家有时候画画啊，可以把这个画面啊翻转，看看这个问题所在。但是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我觉得还好啊，还好。所以你看啊，如果要修改的话，你看一下，你把它的自查，就是教大家怎么自查，还是我说的，你把这些点的连线给它连起来，那两点去连线，这个点和这个点你去连线，你就会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有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儿？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吗？就是这个妹妹，你想画，你会觉得哎有点歪，对吧？但是呢，你第一时间会觉得歪，会不会是因为我要画她的眼睛上挑眉，所以眼睛是个歪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它其他的地方都有点歪。
所以可能不仅仅是眼睛的问题啊，所以不仅仅是眼睛的问题。那你的这个地方它又是直的，所以它的角度会感觉稍微出现了一点点这种偏移。如果我来修的话啊，我会怎么去修它？我会把这边再拉长一点，让它舒展一点，然后会把这边往下降一点。你就是让它只是出现一个眼睛上挑的感觉，但是不是整张脸都往那边挑。好，然后大家注意，像这种微微低头啊，微微低头的动作啊，会让下巴缩短。所以这个地方你如果画低头，我们下巴可以再适当的再减短一点，这样子它抬起头来给人感觉是刚好的，看到吗？好，一点点小的动作。然后呢，你这边的头啊，这边发际线最好跟着它一起，前半部分它最后有一个往左边偏的动作啊，可以再这样来一点，然后这边给它再画的饱满一点点。好，这样子啊。下一个同学，苏苏同学，苏苏同学，大家能画成这样已经非常棒了啊。苏苏同学，看一下你的妹妹，好，你画的这个也是挺端正的啊，脸型画的挺漂亮的，然后线条也处理的挺漂亮的，这个玫瑰花画的还挺好看的啊，挺端正的，然后脸型、头型、耳朵的比例画的也不错啊，画的不错。然后你的妹妹可能出在这个五官还不够突出，五官还不够突出，来教你一些这种地方应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眼睛啊，眼睛这里你可以把那个，你可以把眼白，不是眼白，把这个虹膜的地方啊，这个轻重处理的再稍微对比不要那么的强。你看你画这个瞳孔就画的很黑啊，虹膜的地方你留的很白，所以这个眼珠它就不会呈现出一个整体的感觉啊，就有点分层断开了，有点断层啊，所以你首先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去画，然后在这个整体里面再去细分层次，这是一点。然后呢，就是你看这个妹妹她是一个有一点上挑的感觉啊，所以这个上眼线你处理的再平一点，到了这边你大胆的把她的把她的眼角吊起来，你看是不是那种厌世的感觉立刻出来了？好，然后呢就是双眼皮结束的太早，双眼皮结束的太早，然后太弯了啊，往下弯了，所以你会感觉这个妹妹是靠化妆画出来的，不是天生长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你的双眼皮要怎么办？双眼皮要尽量跟着这个，那双眼皮跟着这个眼尾的方向去延长一点，画宽一点。然后眉毛也是啊，就是眉毛，你看把它的长度给足。所以你的这个妹妹像什么？你的这个妹妹像是化妆前啊，给她把妆加重一点。然后把眉毛之间的距离，你看你的眉毛和眼睛一样宽的，这个眉间距太宽了，这都是属于那种化妆之前啊，都是属于化妆之前本人的底子，哎，就可能长这样。你把眉毛再往前加一点。好，这妹妹给人五官是不是一下子就聚拢了？
聚拢了的感觉啊。好，然后这两个，你的这个鼻子的这个海鸥线飞得太高了，这个鼻尖感觉有点太尖了啊，然后位置可以稍微低一点点。人中不用画那么长啊，大家画漫画，画这种漫改啊，偏2次元、2.5次元的这个，我们就记得人中一定不要太长，宁可把鼻子的位置画低一点啊。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啊，双 C 线处理的有点重了，显得有点死板啊。那而且这个部分腮红的线比较重，就大家你看你画这些线条小心翼翼的，你这些线条啊，眼睛这些线条都画的小心翼翼的，眉毛画的很细巧很精致，但是一到这边变成了另一套视觉语言啊，就感觉你这个作业啊，前半部分作业啊五官的部分脸型啊什么这些线条是你自己做的，然后呢就是作业做的太晚了啊，该画腮红画不完了，睡着了，小孩子趴在桌上睡着了，然后爸爸过来一看，心疼我女儿啊，我女儿作业还没写完，然后爸爸帮你把这腮红补上了，然后感觉腮红是爸爸画的啊，所以这两个地方的语言没统一啊，视觉语言没统一，爸爸给你画了个腮红，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不要说画到某一些地方你就松懈了，整个就松懈了的感觉。腮红克制啊，它虽然也是感觉好像是好像这个地方可以画的很随意，但其实它是克制的啊，所以你就用细细的线条去排一些看似随机一点的线就好了啊，你只在它的长度和它的角度上面做一点点这种潇洒一点的动作就好了啊，不是让你五大三粗的就开始在这里到这里啊，原形毕露，前面都好好的啊，到这边就是心中的那个爸爸出现了，被释放了，不要啊，克制住自己的爸爸啊，不要让爸爸出来动手，明白吗？好，包括这些地方啊，这些地方是我前面讲过的呢，把这个鬓角的地方再去好好的理解一下，好好的理解这个鬓角它是怎么个逻辑啊，理解了逻辑再去画它，你就画的清楚，你就知道要怎么画。然后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锁骨啊，把它锁骨稍微表达出来一点。好，这是兔子猫同学，好，看一下你的妹妹。啊，首先呢，线条是 OK 的啊，线条有进步，有画出来那种节奏感啊，线条是有节奏感的。你看一下大结构的问题就是妹妹感觉那个肩膀还是小了啊，妹妹的肩膀不够。你看你这个点到这个点，从这个高点到这个点结束太快了，所以她变成一个这么细胳膊的人嘛，啊，她胳膊可能到时候给你画出来只有这么细啊。这就是网上那种身高168，体重50斤啊，这个就比较吓人，这个会被那啥的啊。所以把它的这一段给它画充分一点，啊。这边也是啊，大家画漫画一定要注意，身材可以比真人稍微的要瘦小一点哈，但是不要太夸张，因为我们的脸它还是一个你的五官啊，对吧？它的形状啊，它的细节还是一个比较偏写实的，所以它跟这种火柴人的身体没有那么的 match，没有那么匹配。你如果画一个像什么美少女战士，对吧？你如果画一个这样的眼睛啊，你如果画的是这种眼睛，那你配一个，对吧？你如果画一个这种眼睛啊，那你配那种火柴人，身材是没毛病的。
那如果是这种脸啊，你就给他配一个小小的身体是 OK 的。但是如果是这种脸，咱们还是得配一个稍微那啥一点的啊。因为看到这种脸的人，就是观众，他其实不知道你偷偷的在比例上面在比例上面，在这种就是这种关系上面去做手脚了。因为我们做了一定的夸张，但是没有说这些地方没有给他一个大变形，所以他还是会带入他是一个真人的感觉啊。所以那他就会把真人的标准带入进来。那在正常人在普通人的眼睛里面，这种标准就属于骨瘦如柴，就觉得太瘦了啊。然后眼睛可能你也是跟刻的，对吧？然后两个眼睛不是同时画的，所以你看这个用笔的轻重不太一样啊，它会显得有一点点阴阳眼，把这只眼睛画重一点。然后你这个妹妹观察一下眼距啊，哎，这是她的眼距，我把这条线挪到眼睛上面，你看一下，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啊，发现这个妹妹的眼睛比这个眼距要长很多，说明你这个眼距没有控制太好，眼距有点偏近了啊。右边这只稍微好一点，你看左边这只离得更远，所以呢，她的眼距有一点小，但是因为你的眼睛已经画的挺大了，你再去把她的眼距拉开的话，它也是有一点点夸张的，所以你改的话可以这样去改啊，把这个下眼线往里收一点，这边眼角也往里收一点，这样她的眼距就会正常一些，给到了吗？好，然后下巴啊，这个妹妹的下巴的问题就是太圆了，看到没有？没有一个清晰的下颌线啊。问题出在哪呢？你下巴的这两个点定的太远了，你把下巴这两个点靠近一点，让它这个下颌线再直一点，这样去画它。那这个地方你没有控制好啊，这个地方控笔没有控好，那形成了这种坑坑洼洼的感觉。像这种脸型的流畅度，你要花点时间啊，这个是值得你花时间给它好好做好的。然后下巴有点偏短，这样去画它。好，这样脸型就会好很多。然后嘴巴可以稍微再画小一丢丢啊，嘴巴稍微再画小一丢丢，把这嘴角，其实只要把嘴角画短一点就好了。因为你看你的口裂线那么长，但是你口红啊、嘴唇的部分，你其实并没有跟它产生太多的关系。好，这样子。啊，另外肩膀呢，就是还是肩膀的这根斜线啊，倾斜的角度没有观察的更仔细一点啊。这个角度如果观察好，你这个妹妹的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妖娆一点，更加的灵动。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要教别人摆 pose， 对吧？这个就是属于会不会摆 pose， 你要灵活的去扭动你的关节啊，要动起来，你这张照片看起来就会更灵动一点。然后这个玫瑰花啊，可以再大一点，像这种构图撑得很满的，你整个把你的这个图层啊，所有的图层都选中，把它放小一点，把构图放小一点，这旁边就有地方画了啊，包括这个肩膀的宽度啊，也不会那么局促了，可以调整一下。VV 同学这个也画的不错啊。然后你这个妹妹感觉也是比较偏写实一点点，她有那个澳洲玫瑰的感觉啊，有那种澳洲玫瑰的感觉，还蛮好看的。那你画的感觉给人感觉很舒服的是什么？其他同学可以看一下啊，为什么他这样给人的感觉挺舒服的？因为他这个部分画的很充足啊，这个部分的量留的很充足，然后敢于把肩膀画的够宽，所以你会感觉这个妹妹怎么样？你会感觉这个妹妹健康大气，对吧？为什么我对她的感觉有那种澳洲玫瑰的那个感觉啊？
哎，就是它比较偏啊，它的比例比较的合适，很大方，它不会有那种过于的瘦弱的感觉啊。然后它这样的一个肩宽，会衬得它的头身比很 OK 啊，头身比很舒服。她就是一个哎头小脸小的女孩子，get 到了吗？啊，头小脸小，你这个项链的弧度，我建议可以稍微再弯一点点吧，可以再弯一点点啊，把它的锁骨稍微往下移一点。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为什么你的这张图给人的感觉，第一感觉也会显得她好像偏稍微写实一点呢？是因为首先你这个妹妹的眉眼距比较近，还有一个就是她的脸啊脸型，你看脸型是比较松懈的，就是没有那种漫画的那种概括性，就是漫画它的特点就是它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几何形啊，就是很简洁。简洁的笔触就会给人感觉它是比较有提炼感的，就是很多东西啊，它不会相比起来不会那么的模棱两可，它会更明确。更明确的意思就是什么？三角形就是三角形，直线就是直线啊，它会有更多的这种感觉，它不会出现这种哎三角形啊画成这种不三角也不圆这种暧昧不清，它会比较更倾向于这种分明啊形状分明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你的画面，如果你想要达到一个看起来更漫画感的效果，所以如果说啊这个妹妹我给你稍加修改一点的话，我会把它的这个下颌线拉直一点。啊，这些地方推一推啊，把它拉直一点，它的这个漫画感就出来。然后鼻子也是啊，鼻子画的有一点点大了，宽了啊，把这个鼻子降低一点，把这个人中缩短一点啊。好，然后眉毛，你看这个眉眼距有一点近，这边的眉毛你给它抬高一点，这样子。但是其实这是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方法，但其实你自己的这个语言，你自己这个语言，我本身也是觉得好看的啊，是好看的，是好看的，也是有自己特色的，所以不一定非得要改成那样啊，因为它大体上呢结构啊，还有你的这个线条是漂亮的就行。然后眉毛，你的眉毛的问题和前面同学是一样啊，那这个地方短了。一根根这样竖着长，眉毛看起来呆板了一点，具体的方法我就不再重复了。啊，结合我前面说的那个方法，把眉毛的长势可以再画的漂亮一点。好，下面是西西同学。好，你这个妹妹你观察一下啊，观察一下她的形。画完以后啊，画完以后大家你要自己看一下，你看她的脸型，她的脸型没有形状了啊，歪的很厉害。很多同学呢就是漫画感的脸型，最重要的是什么？漫画感的脸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V 型的感觉，小 V 脸。为什么说小 V 脸？为什么一个人的给人的脸的感觉会是一个 V 字形的倒三角形的？那它的这个形状一定要走势很明确啊，跟 V 型跟 U 型，你看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对吧？一个尖且直啊，一个圆且弯。所以你看你这个妹妹啊，她没有 V 型脸的感觉，而且你看下巴的最低一点，它也歪了，跟这个中线没有对上。所以你好好的把她的这个脸型给她修整一下啊，该走直线的走直线。然后这两个点啊，这两个下颌角的点
高了一点啊，稍微降低一点，然后这个两侧的线呢也是直了一点，你往外打开一点，看到吗？往外啊张开一点，它的这个脸的 V 型就会立刻出来了。所以画人其实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还是底子，线条这些东西其实好好练，或者你认真对待。你看大家认真对待啊，哪怕我觉得西西同学应该是西西，你是零基础吗？你是不是零基础？我觉得像这种偏零基础一点的啊，弱基础一点的孩子啊，同学，你认真的去画去对待线条这种东西，其实是可以提升的。差不多是吧？是可以把它，哎，你认真画，慢慢画是可以把它做的比较漂亮的。结构这个东西啊，从大局观上你要去把握一下。好，这个脸型首先啊这样子，然后呢，像这个地方的处理啊，这个地方的处理眼睛画重了，眼睛和嘴巴都画的重了一点。别的同学啊，别的同学是这里画的太轻了，上眼线，你是有点太重了。你稍微这个地方降低一点啊，眉毛画的挺漂亮的，眉毛画挺漂亮的。然后那个，睫毛的话，你这个地方不要顿啊，不要顿笔，要给它飘，要给它尖尖的，让它飘上去。尾端不要去有一个顿笔，要有一个提笔的感觉，让它延伸出去。延伸出去啊，可以再画长一点，中间可以再填充一点小的。这个末端可以让它稍微加粗一点。好，然后你观察一下耳朵，这两只耳朵啊，一个是往这边走的，一个是往这边走的，两只耳朵的走向，对吧？要多多观察自己的画面啊，多观察自己的画面，从一个整体的大局观上去调整它。啊，然后呢，就是我说的就是很多同学这次都出现的肩膀的问题啊。你看肩膀的，首先斜度不够，另外呢就是肩膀的宽度不够。啊，妹妹不够健康啊，太瘦弱了。这几个地方去改啊，改一下。再看这个妹妹，周轩同学，你的这个妹妹给人感觉就是什么？会有一种脸大的感觉，有没有？啊，你这妹妹给人感觉她的脸有点大，脸大的问题在哪里？在于这种留白太多，脸的留白太多啊，而且呢，她有一种五官啊量感不够，你像这种卧蚕没有啊，把卧蚕给它画出来，然后呢，把这个眼线，你看这就是改妆啊，把眼线再改的往外飞一点，然后眉毛的问题啊，眉毛的问题和前面一样，还有就是，周轩同学眉毛还多了一个问题，别的其他的同学你们看一下自己的画面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用笔太多了啊，太碎了画的，这个节奏感就是，和整个画面的风格就是不够统一啊，这个绘画语言到了眉毛这里变成另外一个体系了，画的太碎太多了，不需要啊。不需要那么多碎碎的笔触去画它，不需要那么多根。你眉毛要是画这么多根，你睫毛不应该只是稀稀拉拉这几根，知道吧？头发也不应该就是这样画。所以眉毛你根数太多了，而且太短了呢。这个地方每一根毛画的太短了，就让它再倒下来一点，修长一点啊。好，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不重复了，跟前面同学是一样的。还有你的眼腹这个地方三角区画的太局促了啊，画的有点胆小了。再大一点，然后你的这个眼角没有一个上面和对下面的这个包覆感，眼珠画的也有一点偏大，
然后这个内眼睑的宽度不够，这里太细了，内眼睑画宽一点。好，然后这个地方的双眼皮啊，我说了，双眼皮这样包下来它会显得局促。你们想象一下，双眼皮如果在这里结束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眼睛就只有这么宽？我怎么给你把眼线拉长都没有用，你就觉得那只是化妆的效果，你觉得你本人就是个小眼睛，这样你就会觉得这边都是留白，你看到没有？你就会觉得这里很宽，你就会觉得这个妹妹脸大，所以要怎么做？好，双眼皮，你让双眼皮有一个延伸感啊。你看双眼皮落在这里和落在这里，它是不一样的，给人感觉后者啊，这个妹妹眼睛一下就横向放大了。那包括它下面的这个睫毛啊，再画长一点啊，中间的这个小毛毛可以填充的再多一点，啊，卧蚕给它多一点。好，然后就是这个脸型啊，很多同学在画，能画出这种脸型的同学，大部分是因为这两个下颌角的位置定的太高了，所以在我画靶子啊，在教大家画靶子，那你们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位置，然后再画下颌线，再画下巴和这个圆的切角的时候，你这两个点找的太靠上了，你可能找到这儿了。我的建议是这两个点往下移啊。那这是1号位，这是2号位，建议大家选择2号位啊，把这两个点啊往下移，你就不会得到一个这么长的下巴。好，所以它修改应该怎么修改？把它稍微往里收一点，然后把这个下颌角的点往下移，移到下面来一点。嘴巴其实也可以适当的稍微放大一点啊，然后就会显得五官小了。其实你这个脸的形状，这个头型和耳朵的形状是画的不错的啊，画的不错的。然后这里你看，这个肩膀画的太那个啥了啊，太直角肩了，一个这么直的角，哎，这么小的角度，这就是过于那个啥的啊。那这个肩膀应该怎么画？锁骨在这里顶起来，然后斜下去，这样去画肩膀啊，这样去画肩膀，get 到了吗？啊，这个东西不要出现。你看这边，它明摆着的，你看明摆着的一个这么现成的，对吧？现成的案例，大家如果你身边有那种啊锁骨比较明显的瘦子啊，或者自己是这个条件的，把那个领口扒开啊，或者是把上衣脱掉，看看自己穿个背心的时候，观察一下自己的肩膀啊，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其他地方还是不错啊，整个构图是端端正正，挺好看的。可乐同学画了个大头妹妹，画了一个大头妹妹，然后项链也是爸爸画的啊。可乐同学的爸爸也帮他写作业了。像这种啊，你们但凡是要想交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稿子啊，一张图，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要是统一的，就是你的作业得是同一个人做的啊，你不要让人一看你某一些地方明显松懈了，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手笔了啊。这个呢，本我释放了这个地方。好，看一下这个脸啊，看一下这个脸。首先脸型的话，这边比较饱满，这边比较凹陷，看到了吗？脸型啊，稍微有点不对称，把这边画的再饱满一点。
眼睛的话，结构是 OK 的啊，结构是 OK 的，但是在画这个地方的时候，眼线上眼线可以画粗一点。然后睫毛的问题，你的睫毛的问题和前面这个同学非常像啊，和这个这是哪个？和 Echo 和这个 DX 啊 DX 同学这个睫毛的问题很像啊，很多同学的睫毛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还是这个两边啊过渡不够平缓啊，不够自然，然后画短了。那我说过睫毛你要呈现一个什么形状？你看一下你这个形状能不能够，你如果这样走出来，能不能够跟我画的这个米字形，能不能跟我画的这个米字形对上啊？对得上吗？对不上啊，是吧？你们在眼睛中间画个米字啊，画个米字，在这个米字里面多画一些通过这个中心的这些射线，然后再从这些地方去定位这个睫毛的根部啊，你看它这样长出来就合理很多啊。那你看你这一根明显就是偏离了，它这根如果从这里长出来，它应该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睫毛啊，画睫毛，大家如果睫毛的走势方向画的不漂亮的同学，你再去好好的理解一下这个睫毛的逻辑。它们两个相差角度，你看两个角度相差这么多的，一个往这边偏，一个往这边偏，它们两个角度相差这么多的两根毛，它不会，它的交汇处，它的交叉处一定在这个中心，在遥远的这个中心点，而不是这样去交叉的，而不是就在眼皮，不是就在眼皮这里，明白了吗？你这个角度要往这边走，你想想它的延伸应该在这儿啊，所以像这种两个角度相差这么多的，比如说这根毛和这根毛，它们两个角度差这么多，它们两个的睫毛根部的交汇处一定不是在眼皮上啊，一定不是在眼皮上，一定是在这个中心点，get 到了吗？所以它们不会碰到的啊，它们是不会碰到的。好，这个嘴巴的海鸥线啊，海鸥线啊，不是这个口裂线，口裂线的这个，这里画的有点太夸张，稍微再平缓一点啊，稍微再平缓一点，然后线太细了，口裂线这种地方稍微卡粗一点，然后这里有点高了，稍微再降低一点，平一点。海鸥线也是啊，然后你们不要在这里画，不要在这里画上这种太多的这种辅助线，会显得这个妹妹没有鼻翼啊，鼻翼没有厚度，主要画这块，就好了。然后肩膀呢也是一样啊，肩膀稍微再宽一点。还有画耳朵啊，画耳朵我个人不建议把这个地方画的这么的凹陷呢，你这样内凹的线没有什么帮助。你看为什么？这种内凹的线，它没有办法跟你的这个脸啊，它没有办法跟你的这个脸形成一个延伸出来一个倒三角的感觉，明白吗？看到了没有？所以你看你的这个视觉的延伸其实很重要。这些线啊，它的构成，如果能形成一个倒三角的感觉，给人感觉会很舒服啊，几何形会让人觉得很妙很舒服。所以你的耳朵应该是去怎么去够它，然后这个点尽量离它近一点。你这个耳朵太高了位置啊，
你看你都在这个眼睛的在眼睛的线这里了。我之前说的是在鼻子的中间靠下一点，在这里一点啊，耳朵的落脚点再低一点点。然后你去够这个线。所以我们在画一个东西的小轮廓之前，你画一个耳朵的小轮廓之前，你要做的是什么？其实你要全局观，有一个全局观，你去设计它的大轮廓，你去设计整个它的头型。你看它这个妹妹的脸，除了脸型，还有一个头型，头型也是很重要的。你看脸型是指这一块，头型是指外面这一块，这个轮廓也很重要啊。它的这个外轮廓决定了你远远的一看就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美女。get 到了吗？好，然后肩膀啊，肩膀的宽度要再宽一点。你把你整个这个图啊，这个构图，把整个这个图层缩小一点，然后就留出空间来给它画肩膀了。啊，另外你看像前面这些同学啊，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到的这些地方都属于啊松懈了，过于松懈了。该起了，同学。下一个啊，该起了。这个是线条比较温柔啊，总的来说是好看的，结构也不错。然后我的建议，但是你可以你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它稍微完成度显得没有那么的高，完成度不高的问题在哪？在于也是你看这一套，你的眼睛的这一套系统啊，线条这套视觉语言跟其他的地方比起来不一样，精度不一样啊，对吧？你的眼睛是 4K 高清啊，包括你看眉毛这么细的线条，这个是属于开了蓝光的啊，这个是买了会员的呢，这个部分是买了会员的，然后但是其他部分你看这些线条啊，这些东西变成480，变成480啊，分辨率变成流畅模式。你看到了这里啊，到了项链这里又变成4K 高清，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画面的整体感啊，缺乏一些完成度，笔刷的粗细把控上面没有一个大局观，缺乏一个整体的协调性。那这个地方太细了，你看这个地方线条又太细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太粗了。啊，像这里，包括头发啊这些地方。get 到了吗？你要把它整个再给它统一起来啊，流畅一点。然后这个鼻子呢，自己自测一下，这个鼻孔是这样的，这个鼻孔是这样的，是这样连。那我把它们俩，我把这两个鼻孔，你看我把这个两个鼻孔用线连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鼻子歪的多离谱了，是吧？那因为你的眼睛的连线是这样的，来看一下你的内眼角的连线。啊，内眼角的连线是这一条，鼻子的连线是这一条啊，所以大家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脸画歪了没？因为人的表情，你说我要挑眉，对吧？我要不屑一顾，我要邪魅一笑，外眼角的位置是可能会变的，但是你很难一个人的表情啊，再怎么去动，你很难去动到这个内眼角，对吧？内眼角其实是很难被动到的，所以内眼角你可以作为你的眼睛的一个眼睛的连线，作为一个它的尺度。然后嘴巴、嘴角啊，你在没表情的情况下，你这样去连，那嘴角。但是你说我如果有的人笑起来，他就会有点歪嘴啊什么的，对吧？但是一个人怎么去歪啊？鼻孔是不会动的，你的表情做变化不会影响到内眼角，不会影响到鼻孔，所以这些东西是你可以去判断你的脸画没画歪的一个标志，而且你不会影响到耳朵的这种高低点，这些地方都是不太会动的啊。眉毛是会乱飞的，
啊，眼睛的那个角度啊，眼睛你也可以做 wink 啊，你也可以对吧？wink 一下，你可以挤眉弄眼啊，嘴巴你也可以歪，但是这些鼻子、耳朵这种地方是不太会动的啊。把这些地方给它连一连，你就知道自己的妹妹有没有画歪了啊。眼珠也是有点一个大一个小啊，然后这个瞳孔的位置画的有点低，你看你里面，因为你里面还藏了小半个，你看你里面还藏了小半个眼珠子呢。你看这两个比起来，你看这个圈圈和这个圈圈，它就不是一个同心圆了，你发现吗？它就不是同心圆了啊。所以你的瞳孔的位置，你想让它和那个真的和眼珠是同心圆的话，你的位置还再高一点啊。你看你这个眼睛补齐，把这个眼睛的形状补齐，它就是一颗葡萄，竖起来的葡萄啊，不圆不漂亮，所以它得再那个一点，宽一点啊，把眼珠子都给我画宽一点，然后这个地方画宽一点。其实整个这个妹妹整个的她的底子是很好的啊，很好的，很秀气的，是漂亮的。然后这些细节你再去注意一下啊，包括这些下巴的连线啊，对吧？我们画漫画就是尽量少一些啰嗦的东西啊，不要一五一十什么真人的。你看他这个地方，你仔细看他这里有一丢丢那种双下巴的感觉，是吧？啊，这边就是紧一点，然后这边因为脖子啊角度的关系，它这边有点挤压，这边肉多一点。像这地方啊，到了漫画，通通都可以把它简化掉。到了漫画的世界里啊，其他就是你把你这些线条语言统一一下。好，PQ 同学，PQ 同学，你这个是一个接近白底啊，所以我要先加一个那个。你的用笔有点重啊，你的下笔啊有点重，不知道你是用的是我给你的铅笔笔刷还是你自己的笔刷啊？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有一定的经验的，你不是一个初学者啊，你不是一个初学者，可以看得出你的线条已经有一个挺强烈的个人风格了。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自己的画线条的习惯。所以你的手相对来讲是比较偏重一点的啊，你是一个偏重一点的手。像这种呢，就是画面做的对比很强啊，也是 OK 的，是一种视觉风格，是一种视觉风格啊。但是在后面上色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些效果，可以再把手练一练，稍微练轻一点试试看啊。像这种头发飘逸的地方，试试看能不能用更柔软的感觉去画它。我感觉你下手有一点重，然后这种排线啊，你的这个排线有点乱啊，一会儿这样啊，一会儿这样，然后这里又出现了交叉，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就即便是美术教室里的老师也是不建议你这样去排线的啊，不建议你这样去排线的，所以我是觉得这种部分可以不要，可以不要啊。另外你的这个排线，你看疏密啊，这里很细，很密很长，然后这里又很宽，这里又很重，这地方都是属于没有统一啊，节奏感啊有点乱，没有统一。你的这个线条有点那种美式画风啊。好，这些风格上的东西先抛开不谈啊，来看一下这个耳朵，就是我说的呢那种形状，耳朵的大轮廓这里有点凹嘛，有点凹进去，你就显得整个这个外轮廓啊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啊，没有那么舒服，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把控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不希望大家去像小学生一样去画三字啊？
啊，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啊，教我们小孩子画画，就是让你耳朵写2个3，就会变成这样啊。抛开这种抛开小学生的这个固有偏见啊，把这个耳朵尽量还是可以画的饱满一点。耳朵的形，不要画一个这么大的耳垂，他又不是如来佛祖，没必要画的这么的佛像啊。大耳垂会显得有点那啥。大耳垂不是美女的标配，美女的标配是什么？精灵耳啊，是这种外翻的饱满的耳朵轮廓，包括有一点精灵的这种往上往外的这种走向，这个是美女的标配啊。好，然后你的眉毛啊，眉间距有点太宽了。你看你的眉毛的起点啊，这个眉毛的起点和内眼角比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啊，可以再往里画一点，眉毛的距离要小于眼睛的距离。然后这个眼距，这个妹妹的眼距我也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窄，你看，有一丢丢窄啊，但是也在允许的范围内。然后这个鼻子的鼻孔画的有点具象了，还有一丢丢短啊，有一点点具象，但其他还不错啊。嘴巴有一点点小，它的嘴巴你画的有一点点小啊，然后人中这个地方画的也是有点太局促了，这个地方应该画宽一点，嘴巴也要画大一点，这样显得它就没有那么的，你看它其实是一个很现代的啊，很王感的这种女生，大家现在比较喜欢把嘴巴画的就是大一点，饱满一点。这样其实五官的量感拉大了以后，面部的留白就会减小，就会显得你的脸小啊，五官大，就是那种浓颜美女。你画的这个感觉啊，它像一个那种古典啊樱桃小口的感觉。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个嘴巴放大一点啊，这个妹妹看起来立刻五官她会变得大气很多。大家在画线稿的时候，我建议你们是可以把嘴巴稍微放大一点的，因为在上色的时候，你的口红不会把这个口裂线啊这边全部涂满的啊，口红画的范围会稍微收缩一点，会显得更小。你看这个嘴巴，对吧？嘴巴一大啊，这妹妹的气质立刻不一样，看到吗？好，李敏镐同学，李敏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啊？好，这个妹妹画的也挺好看的啊。总体来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五官的位置啊，身体的这个结构啊，把握的还不错，然后线条也算是比较流畅漂亮。那我们就来看小问题啊，小问题还是有一些的。小问题首先呢就是这个，也是下巴有一点点宽啊，下巴有一点点宽。你看起来你的这个妹妹看起来比人家这个真人，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靠修图达到这个效果，但是你们看真人他都下巴都这么的小巧啊，这么的窄，所以呢下巴可以再紧致一点啊，下巴的宽度可以再小一点，窄一点，这样去画啊，立马就变精致了，对吧？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珠子的问题啊，这个眼珠子反复强调过，你看你的眼珠，我要帮你把它补全，它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被挡住了，你自己看是不是？然后这只眼珠我如果帮你补全啊，它就还有这么多在里面。
所以你自己感受一下，自己感受一下这个眼珠的形状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很微妙啊，它很微妙啊，非常的微妙，那就在于这个角度。你这边如果给它一个这种尖尖的锐角，那它就是收上来了，它收进来了，它往里走啊。但是你这边如果是一个钝角，我画的夸张一点啊，如果你这边是一个钝角，那它的余地就会变得大很多，get 到了吗？啊，所以这两边很微妙啊。你们要画这种露三白眼啊，画这种厌世感的眼睛，你就不要让他的眼睛看起来露出来那么的多眼珠啊。好，然后这个眼皮的厚度可以给它再画的粗一点，这样才能盖得住啊，才盖住了，不要那么单薄，线条有点单薄。然后这个睫毛啊，睫毛也是，你看一下这个睫毛，给你们做睫毛的延长线，这个地方太弯了，那它的延长线我会觉得跑到这里来了，也就是说你看你的上睫毛它是怎么长的？把它的延长线加长，你看这些睫毛啊，我如果把这些睫毛全部都延长的话，你会发现它很凌乱，它没有一个起点，它不是一个扇形。我把它延长，它弯到这里来了。它们甚至这个睫毛，它们甚至不能共用一个起始点，你看到了吗？甚至不能共用一个起始点。这个是这样弯过来的，这个是这样弯过来的。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啊？这个睫毛。所以我们的睫毛应该怎么画它？如果你们睫毛画不好的同学，就是先在它的那个瞳孔这里，你画一个这种放射型，写个米字，或者是画一个这样的放射型。你这样就知道，画完了你就知道你的这个睫毛，你像这边的睫毛，这边这一根它是不是就应该往这边倒了？你画的还在往这里倒，看到了吗？所以你之前那根睫毛我要画下来，它和别人的睫毛长不到一个点，中心点去啊。所以你看到了这里，它是不是应该往这边偏了？给它一个微微的弧度就好了。在主线的基础上给它一个这样的微微的弧度。我画到另外一层给你们看睫毛的方向，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大的大框架，你要合适。然后在这个大框架的前提下，你再去做一些小的设计、小的变化。你看，把它拿掉，这个睫毛是不是已经非常合理了？这个蓝色的部分非常合理了。你再去做变化呢，给它一点加长嘛。它应该是从这里长的，给它做一点这种变化，把它的尾巴加粗一点。这个时候你可以来一点点小不听话的在里面，这是可以的。但是主线你一定要保证它有一个合理的底层逻辑在里面。get 到了吗？其他地方是好看的这个妹妹是漂亮的。这些地方小的地方大家再去抠一抠。会注意到这种小细节的同学你们在今后的这个画画的过程中会越画越好看，会越画越好看的因为你会注意到这种小的细节。然后眉毛也是眉毛的根数太多了，太复杂了复杂了一点，可以减掉一点点根数。然后但是呢，强调一些，强调这里加重一些，强调一些它的重色。
某一些地方你可以反复的多描几笔，让它看起来颜色重一点、粗一点，而不是只是堆数量。只是堆数量，你的眉毛看起来平平的，节奏也没有起伏啊，而且会让你的眉毛这一块和其他的地方不统一，你的那个视觉语言没有那么统一啊。好，肩膀还是一样的啊，今天改了非常多的肩膀，每个同学肩膀基本上都是多多少少这里会有点问题啊。OK， 我们看一下 Jovi 同学啊，这边是最后一组，这是男生组和一些其他的那个了是吧？看一下啊 ，Jovi 同学这个男孩子，把男孩子找出来。好，我们画男生啊，我们画男生要更加注意他的头身比。男孩子啊，你看耳朵可以再那个一点，更大一点啊。没那个加图层。男孩子啊，你看这个人耳朵他多大？因为男生大多数都是短发，你们要知道，男生大多是短发，所以他的耳朵非常重要啊，耳朵在很大层面上决定了，你看决定了这个头型的外轮廓啊，所以建议你把这个耳朵画的再大一点，然后头可以画的再饱满一点啊。好，然后脖子，你看这个男孩子脖子的粗细啊，就为什么他显得头大？因为脖子太细了，脖子的粗细暴露了他。啊，这个地方稍微再加粗一点，啊，男生的感觉就出来了啊。还有你们耳朵啊，你看耳朵这个地方啊，耳朵的这个问号，你不要和这个地方，这里别太细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二外耳廓啊，它一定是有一定的体量感的啊。把这里给它稍微画宽一点，这地方别逼的那么的紧迫啊，太细了，这里太细了啊。这里也是都没空间了，你这男生的耳朵，这里给它宽一点啊。然后你这个耳屏这个地方画的太随意了，这么小小的一个三角，耳屏它其实是贴着脸的啊，然后它大一点。这里的对耳屏也是你的这个结构感没有画出来，这里稍显糊弄啊，稍显得糊弄了一点。然后像这个地方，你这里画的这么粗，然后上面这个 Y 搞得那么小，它是什么？它 Y 可以是这样，它是个这样的结构啊。那这里是一个耳屏，这里是一个对耳屏，你这样去画它。然后这个男孩子，我们画耳垂，不要太执着于画耳垂。虽然现实中如果你有一个大耳垂，你的奶奶和你的外婆可能会比较开心啊，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有福之人。但是这种大耳垂对于视觉对审美上来讲没有太多的加分，大耳垂不如大耳廓啊。你把耳垂画那么大，你不如把人家的整个耳廓画大一点。好，它的上嘴唇我感觉可以稍微厚一丢丢啊，上嘴唇可以再厚一点。大家画这个口裂线啊，口裂线不要太拘谨，不要画那么拘谨啊，口裂线可以画重一点，不要那么细啊，不要用很细的线去画口裂线。get 到了吗？然后这个啊，他毕竟是一个男孩子啊，我希望我男孩子这个身体还是稍微威猛一点比较好啊。另外呢，你看你这个锁骨啊，你看看人家这根锁骨和这个衣领的关系，对吧？这个地方显然是没有观察对，你没有观察对就算了啊。就是我是怎么看出来，直接你看直接这个锁骨和脖子的长度不合理，
然后我再看，哦，果然你观察错了，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啊，注意锁骨的位置啊，注意它合理性，线条还是不错的啊，线条还是不错的，然后眉毛可以稍微再宽一点吧，作为一个男生，眉毛可以再宽一点啊，然后大多数的同学啊，我看了之前大多数同学这个眼珠都画不好，啊，很多同学的眼珠都还是画成一个葡萄形了，你们没有发现啊？画成一个这种长葡萄了，那这个好一点。这个点一定啊，一定，请大家今天所有的同学都好好的注意一下你们的眼珠，因为画画的人非常在意眼睛的，对吧？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你不管是观察一个人的画，还是你自己去画画，如果你画人的话，大家很多的时间都会花在这个画眼睛上面啊。那眼珠的形状和大小和露出来的这个面积，其实是非常微妙的一个东西，很微妙。但是呢，它决定了你的眼神，因为人对这个东西天然是很敏感的，对吧？人就是这么一个动物啊，他对于这种这种同类的东西啊，同类的眼睛、眼神这种东西其实很敏感的，所以你会有的时候有的同学会觉得，哎，这个眼睛我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但是又好像不对，是因为什么？你敏感，你会注意到这个眼神它有不对，但是呢，你可能你的知识积累又不够，或者平时观察的也不够，所以你不知道哪里不对啊。所以把我今天所有关于眼珠啊这个形状，包括这个瞳孔位置啊这些东西，都好好的再去消化一下，好好的去消化一下。其他的是不错的啊，像这个没有名字的同学啊，没有名字的同学，这个应该是一个初学者吧？啊，如果是初学者第一次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因为什么呢？五官端正，首先五官端正啊，然后形状也是比较正确的，所以你缺乏的就是一些练习啊，缺乏的是一些练习和一些总体上啊画了，是你吗？是乔伊斯吗？是你吗？是你的。从大局观上啊，再去，你需要累积一些经验。你看，像这个在这个靶子的基础上，你已经可以，你已经可以把五官的位置给它画好了啊。然后眼睛的形状也是好看的，也是好看的啊。然后嘴巴，我的建议呢，就是呢这些地方啊，嘴唇的这个唇线不用画的那么清楚啊，不用画那么清楚。然后唇纹不要这样去画，不要像画小草一样这样去画啊，太细了，用笔太细了。然后太短促了这个线条，你就大方一点啊，直接把它全都连起来。加深的地方你可以横向去蹭一蹭，用这种方法啊，用涂色的方法，不要一根一根的去画它。你反而呢，这个地方画的太重了，就是你要有一些大局上的把握，就是哪个地方画的轻，哪个地方画的重，你还要再去多斟酌一下啊，这个是需要经验的和需要你分出一些精力的，因为初学者你不可能精力面面俱到啊，可能很多人去消化这个脸的形状啊，去消化这些五官的形状、五官的位置就已经要花掉你很多的精力了，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慢慢养成啊，慢慢养成。但是如果修一下的话啊，它是还是有可调的空间的。你看男生，你把他这个线，那把他这个下颌角啊再往低找一找，或者是你画那根线的时候稍微再打开一点啊，那找这两条线的时候稍微再往外打开一点，你会得到一个更秀气一点的脸型。下巴稍微收一点点，眼睛的形状是 OK 的啊，眼珠子的形状也是比较好看的。眉毛就是眉毛缺了一点大局观啊，太细了，太细太短了，太局促了。所以你们看，有时候你认认真真去画一个东西，但是当你把它看整体，你会发现，效果有点跑偏啊，那就是大局观发生了，产生了一个疏忽。
睫毛呢可以画长一点。男孩子不要怕长睫毛啊，男孩子不要怕长睫毛，男孩子你把睫毛画的直一点，你不用害怕他睫毛长会显得娘，不会的啊。然后这个小哥哥啊，你画的这个弟弟，他最大的问题脸为什么显得脸大，还是耳朵小了。就是有人老说我其实比如说我在直播或者什么时候，有人老说我，你的耳朵为什么喜欢画那么大，你的手为什么喜欢画的那么大，他们总是喜欢从真人的这个比例去出发来挑我画面的毛病，但是其实你对比就知道了，对吧？你一画你就知道大耳朵有多香大手有多香，然后蓬松的头发到底有多香。我本来就不是要画真人我就是要画一个漂亮的画一个好看的。你看大耳朵这个一画，马上这个弟弟变得乖巧了，是吧？变得秀气了，变得乖巧了。哎，你头发再蓬松一点，是不是立刻这个精神面貌不一样了，对吧？好，然后呢，脖子可以稍微这边再粗一点，你看是不是立马不一样，有没有？从隔壁家的，从同学的男朋友从你同学的男朋友立马变成一个爱豆是不是？漫画斯曼男就是这么来的，要不然怎么会有普男普女和斯曼男斯曼女的差别要那么真实干什么？对吧？大家看一下，要那么真实干什么？真实就是普为什么有的人长得那么漫画感？他一定他一定是有些东西你仔细去研究它的结构，它的比例，一定是有些东西的他爸妈的基因里面一定有点东西那点东西是什么？我们把它拿过来，把它夸张把它用上来就是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get到了吗？好，看一下博灿同学的你这个就是大叔，你画了个大叔你这就是双开门嘛，是不是双开门？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画的是弟弟？你看前面这两个都是弟弟，你画的这个就不是弟弟你在这个比例上面也是出了一点点问题的这个我感觉不是审美上的，还是在观察的时候，在丈量这个比例的时候有一些偏差，没有画准，我感觉是没有画准，所以你画的这个人的身材有点过于的魁梧了，对对对，有点过于魁梧了可以稍微那个啥一点，你看我帮你稍微调一下你如果喜欢，看你自己是不是喜欢吧。你如果喜欢这种大叔型的比例，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可以让它稍微再合理一丢丢。你看这样有没有稍微好一点？虽然也是一个大叔也还是一个叔叔哥感的哥哥的欧巴的这种感觉的吧，但是会稍微合理一点这种比较接近真人的比例，你这个就是比真人的比例可能还要夸张了。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观察的时候那些点没有找准，比如说这个点我让大家怎么量之前是让大家怎么量，以这个脸为标准，对吧？以脸为标准是2个脸长，你看2个脸的长度，也就是说这个脸比2个脸的长度略长一丢丢，你把它移下来，你看这是一个脸长，然后这是一个脸长，这是一个脸长，所以2个脸到这儿就差不多了。你一丢丢，你这个都快长出半张脸了所以比2个脸长一丢丢，就是从这里到这儿差不多了，这个 V 画到这就行了。所以是丈量的时候
出现了稍微略大一点的偏差啊，出现略微大一点的偏差。你看它的这个领子的尖尖，你看它这个领子尖尖离这个头发的边缘或者是离这个脸的边缘有多少？就这么一小段嘛，我看也就一只眼睛啊，也就一只眼睛的宽度。那这个领子尖尖你如果往上拉，这个是属于大家的。那离这个头发的边缘，离这里也就一只眼睛的宽度。你看你这个宽度，那宽，你这变2只眼的宽度，宽了那么多，对吧？所以你的人哎画出来有点太那个了，太壮了。所以它这个领子边缘到这儿就行了，那它是一个这样的领子就行了。看到了吗？这些地方啊，种种迹象表明，啊，在观察的时候丈量不够准确，啊，会出现一些偏差。好，抛开这些不谈啊，其他的地方还是相当不错的，画的很棒啊，其他地方画的很棒。然后这里你们对于锁骨啊，大家对于锁骨没有一个概念，你们对于锁骨长成啥样没有概念。好，我还是得那个啥，拿一个找一个人体老师出来啊，还是给大家请一个人体老师出来给你们好好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来，在的同学，刷一下，给大家找一个锁骨给你们看看。好的，来看一下啊，锁骨，看，这是骨架老师啊，这是骷髅老师，骨老师啊。那这个是一个带皮肉的，所以你们看一下锁骨，大家看一下锁骨，锁骨是这样的，那它是一根，这骨头一般都有2个头啊，有2个头。那中间呢是一个，哎，你们看那骨头，小狗狗最爱吃的骨头，不都是这样子的吗？对吧？这是狗狗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你们从猪棒骨啊、牛棒骨、羊棒骨可以看得出，一根完整的骨头它会呈现什么状态？2头大，中间细，对不对？那这小狗最喜欢的，画的夸张一点，画的慢和可爱一点，它就是这个样子。它代表了什么？2头粗，中间细啊。所以锁骨，你看一根锁骨，它就是一根这样的骨头，它的一个头在这里，一个头在这里，这2个头相对于中间来讲，它都是会大一点。然后你看锁骨，看到没有？锁骨是盖在这个，这个叫什么肩关节啊？在这个窝窝，它是盖在这个肩关节这一系列的骨头上方的。你看，把这个点和这个点连起来，它这个中间是不是凹，没有骨头撑住的？这里没有骨头撑住，这边没有骨头撑住啊。所以你看，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它是不是有一点那种直线的连接的感觉？理解了吗？所以为什么说画画多多少少是要懂得一些，你懂得越多越好啊，像这种人体啊、解剖啊这种东西，这方面的知识，当然是越多越好，它会让你画一些相关的部分的时候画的更准确。你看像这个啊，它是这一块骨头盖在这个关节上面的，你看，所以它这里当它盖住以后，它这里是不是高啊？它这点会顶起来啊，这个点会顶起来。所以有的你们看身边的人或者看自己，有的人他比较瘦一点，或者是他的骨头比较明显一点啊，这个地方，所以你如果把这个男孩子衣服脱掉，那他的是怎么长的？啊，我先继续啊，那它盖在这里，那这里盖上以后呢，哎，这边还有一系列的一个大的肩关节。
啊，这边还有一个肱骨啊，这个肱骨就是狗狗喜欢吃的那个骨头，它这里有一个大的啊，你可以看得出这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这种小的关节的这种东西。你看这些骨头它是这样组成以后，盖住它啊，那么它上面覆盖着的皮肤是不是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走势？你们看一下，这边皮肤，哎，这里有个骨头被它顶起来，对不对？好，然后到这边没东西了，凹下去啊，这边还有个骨头撑住下来。如果是女生比较瘦弱啊，没有怎么练，这边没有肱二头肌了，没有这种肌肉了。女生的话，瘦的话，这边骨头完了以后就会顺着下来，对吧？甚至有的人更瘦，皮包骨，它这里还会有一点凹进去。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他这外面会有比较多的肌肉，它就会这样包裹出来。这里会比较圆啊，这后面就可能会比较圆，因为它有肌肉。但是这一块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所以你看我把它拿掉。那我画的夸张一点，你看从肩膀斜方肌，对吧，到锁骨，到肩关节，它是一个这样的趋势，懂了吗？有两个顶点啊，有两个顶点，你们多去观察，多观察，以后但凡看到那种啊，你们再去看那种什么，哎，露肤度比较多的那种照片什么的，别光嘶哈嘶哈看人家脸和肌肉啊，你也看看那个，看看骨骼的结构啊，嘶哈的时候不要忘记多看看这些东西啊。给到了吗？给到了吗？啊，你看，所以你看它这个骨头中间，为什么这条线我们要画它呢？为什么这条线要画它？因为它是一个鼓起来的，它还是一个鼓起来的骨头啊。啊，所以这条线是可以画的啊，这条线是可以画的。然后你再看它的中间嘛，它这个凹陷，它这个骨头到这边就结束了，这一个它是对称的。这样骨头结束了以后，哎，我的皮是不是就形成一个这种 U 型了？所以你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 U 字形，这一个很明显的 U 字形。好，然后这两条肌肉啊，这两条肌肉就是它的胸锁乳突肌，这两条肌肉是牵着你的脖子和保护你的锁骨、牵动你的锁骨的这些地方。我看一下我还有没有别的，我好像之前也有存这个肌肉图啊，但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找到啊，下次找到再给你们看也行。啊，所以为什么画画的人他要懂一些这种解剖的东西啊？啊，这个肌肉它是从这两边包住你的锁骨的，跌到了吗？好，然后它肌肉不止一块，这里还有个小分支，还会有个小分支啊。所以当你们懂它里面是怎么长的，你最后画用简洁的线条就可以这样子画。然后用简洁的线条怎么画它？你不要画出上下两根嘛，你画出一根呢，把这个头顶起来的感觉给它画好，中间这个流畅感啊，稍微有一点点内凹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点你可以给它画凸出来。那两边画一样啊，你不要因为这里有一些啊光影不同或者什么的，你就不知道怎么画了，你去哎随便看，哎它好像这个是这样的，这个这样，你就确定不了它这边到底怎么去画它，你就按照你的哎人体学的知识去画它，哪怕这里被挡住了，你也知道它是一个这样的走势，对吧？好，那么脖子你就可以这样去画它，如果你需要的话，这样去画。啊，男生还有喉结，喉结就这样去画它。这个地方搞清楚了就行了啊。好，看一下这是谁的？这是 WY Sister，你还搞了个这么华丽的签名啊？看一下你这个妹妹，
你这个妹妹感觉好像画反了啊，给人的感觉她好像右边这只眼睛更邪魅一点，左边这只眼睛反倒还圆圆溜溜圆一点啊，但是问题也不大。这种如果你不追求很相似的话，问题不大。但是你这个图啊，它的这个不对称的感觉就有点太多了，有点太多了。这两个眼睛啊，弧度差的有点多。我的建议是稍微还是把它平衡一点啊，稍微把它做平衡一点啊，它可以前面稍微再平一点，后面挑起来啊，因为有一点点不对，一丢丢不对称，大家是能够 get 到那个微妙的情绪在的，但是不对称的幅度太大了的话，啊，普通的那个观众啊，他就会觉得是有问题了啊，他就会觉得你这个怎么大小眼这么明显什么的了，不拉不拉啊，所以这个地方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协调啊，一些权衡的工作，你一直要去解决问题，要去平衡画面的这个感觉。然后他的眼睛有一丢丢对眼啊，两个眼珠有一点点太靠中间了，所以你解决一下啊，你要么就把这个眼珠往右挪一点点，要么就把这个眼珠往左挪一点点。我的建议是挪左边这个，因为这样让它看起来它的视觉中心稍微会往画面偏左聚焦一点。啊，我的建议是这边过来一点，这边过来一点。啊，然后你画的这个妹妹，她的微笑的感觉很明显啊，看你自己想不想要，看你自己想不想要这种微笑的感觉啊。如果你不想画出这种太多微笑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个点就不要这样去卡它，你这样去卡它就是在笑啊。你这个嘴角不要去强调它，把这里修的平一点，它就没有那么微笑感。啊，然后你的这个口裂线的走势啊，也有点太明显的这样往上飞了啊，就会有一种很微笑的感觉。你如果下次想再画，你要是下次想去画那种臭脸的啊，或者是更酷一点的那种女孩子的表情，你要尝试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画出来啊。因为她其实这个模特她并没有笑，她只是她的口裂线长得比较 V 型，所以到你这边它就处理以后，它就变成那种微笑的感觉了。所以你要判断是自己有意为之啊，还是做不到这样就画出来看起来像笑了，自己判断一下。然后这个嘴巴也是稍微有点小啊，我的建议是可以再画大一点。我们把五官啊，你不想让它那么笑呢，你口裂线就处理的稍微平一点啊，口裂线的角度可以平一点，然后嘴角给它压一压。嘴巴还可以画大一点，然后这个明显这个人中画太长了啊，这么长一个人中，大家怎么判断人中的长短啊？怎么判断人中的长短？一个在这种2次元、2.5次元漫画世界里面，一个好看的人中的长短，差不多就是一个上嘴唇的厚度就行了啊，一个上嘴唇的厚度就可以了，不用画这么长的人中啊。所以可以把这个鼻子往下挪一点。其实你这个鼻子的形状画的是好看的啊，我液化的时候可能会折损你这个鼻子的美观度，但是呢，这个比如说把这个上嘴唇再抬高一点，但是它还是有效的能够调节一下这个人中的长度。你们看一下啊，现实中如果一个人的人中这么长，已经会比较显老了，显年龄感了。因为在漫画里面鼻子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没有太多强调它，可能很多同学这一块啊是被忽略的，大家也可以自查一下，自己检查一下啊，看看人中这一块，其他的部分还不错啊，还比较的 OK。
然后这些地方我其实就建议你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多余的排线了啊，因为你看得出来排线也不是你的强项啊，因为有的美术生他稍微一排啊，一做这种上点调子，一排线就会显得很厉害啊，那个线条很舒适，给人感觉很娴熟，它是一个加分啊，它是一种加分，是一种美观的感觉啊，但是这个东西呢，首先我们没有必要在画面上，它只是一个线稿，你没有必要在线稿上去急于体现某个地方的这个立体感，它的体积感，没有必要去体现它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靠上色来决定的，你这里要有的话，那你其他地方是不是都得有？你这些地方是不是都得有？啊，它这个地方的阴影不是非表现不可的啊，所以这些地方建议你如果排线又做不到很漂亮，就不用去那个啥了。还有就是这一段上庭啊，你看你的上庭有点长，你发现了吗？啊，跟鼻子比起来，这个额头啊，眉毛的发际线的高度远远的长于这个中庭和下庭了，看到吗？上庭有这么高啊，然后中庭和下庭相对来讲比较短，所以这个地方啊，你现在很多同学在线稿的时候问题还不会体现，当你上色了，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妹妹好像很那个啥，就会发现这个妹妹的发际线啊太后退，有清朝人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把这个发际线往下推一点，你看立马变洋气啊，看到吗？好，所以与其去把时间花在这种啊边边角角啊，你去抠这种体积感，还不如先把这个大的啊这个抓好。另外它的头发，我建议啊蓬松感可以再稍微大一点，这样会显得它的头型脸型更好看。然后你的画面里面啊，这里还是缺了一点大局观啊，像这种头发外轮廓这边做的太碎了，那这个节奏太密了，看到没有？太小了，这种起起伏伏你不必这么小啊，左边就比右边好一点啊，有这个就够了啊，右边这种稍微有点多，细节有点多，可以再放松一点。然后这块处理的还是挺漂亮的，还是蛮好看的。好，这个是谁呀？安杰什么？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你是用铅笔画的吗？啊，首先这个笔刷是不是？啊，这里怎么还有一条这个涂抹过的痕迹啊？那这位同学你在控笔上面啊，还需要有一个大的提升，这就是我说的呢，这就是我举的反面例子嘛，对吧？喜欢在头发上面，你是照着我说的反面例子，你听了一半你就这样画上去了，非常典型啊哈，你看非常典型，就是喜欢在头发上面画一些这种没头没尾的短线条，相当的凌乱啊，像下雨一样的毛毛虫。你这个短线条没有任何的功能性，感觉不是原装笔啊，我感觉它也并非不是原装笔呢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好细的地方它也可以细，我就感觉手上缺乏控制感，啊，控制力还不够，然后你的起笔和落笔都太随意了，你就是喜欢歘歘歘这样去画它，而你没有慢慢的控制一条线从头到尾它的走向，你缺乏这种控制，缺乏这种意图，在你看来可能画画是一个啊，你理解的画画可能是一个想要毫不费力啊，就是毫不费力能画出来的效果。其实任何的毫不费力背后都是什么？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对吧？你只有足够努力，看起来才能够毫不费力啊。所以这背后你缺乏的就是足够的这个练习和耐心，你一定要慢慢的去控制你的控笔，
控制你每条线的走向，而不是去反反复复那叠加这种。你看你的接线也是啊，各种线头啊，没有耐心也缺乏控制。然后你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去描，反复的去描，但是这些线条又没有重叠起来，就会呢变成一堆凌乱的东西。然后它的起点啊，这些头，甚至还有一些打弯呢，还有这种东西啊。你看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你的下笔太随意了。你如果是一个轻起轻落的，轻起轻落稍微缓慢一点的状态，你不会出现这种打弯啊，怎么还会有这种线头？不会的，这种线头一定是在你比较没有耐心的情况下啊，匆匆忙忙才会画出来的啊，所以还是要多练习控笔，轻一点啊，轻一点，慢一点，轻一点，慢一点。所以你看这个画面里面出现了很多没有必要的线条啊，出现了很多没有必要的线条，这些东西啊，这里也是。我感觉没有，这张没有太多讲解的必要了啊，很多东西都没有按照我课堂上讲的那个知识点来画它，因为我说的鼻子也不是这样画的啊，咱也不是这样画的，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通过我给了你的一张图啊，你自己去感兴趣，就是还是以自己的这个习惯啊和自己的基础就临摹了一下，然后就拿给我点评了，所以这个点评不了啊，还是回去看一下那个基础点。但是我觉得你的有一个东西是好的啊，就是你的形感是好的，你画出来的这个人呢，他的形啊，你的大感觉还是有的啊，像这种眼睛啊、眼睛的位置啊、脸型啊、这种走向啊、五官的位置，包括这个头的形，你这方面是有大感觉的啊。乔伊斯，你的这张你教了哪张，我就抽的哪张就讲哪张。你如果还想让再看的话，直接发给助教老师，好吧？就是课堂上还是公平一点啊，对大家都公平一点。好，看一下小黑的这一张，这张是你自己的，你是在完成作业了之后，就是把这个课堂上知识点应用到那个上面了，是吧？好，那就是讲一下，像这种有遮挡的头发，你要怎么去画它？你看，你被遮挡的部分露出来的啊，没有被遮挡的部分露出来是这个东西。我从这条线就能判断你这个脸型啊，可能没有按照我的讲的东西去画它，而且嘴巴你看露出来的口裂线是一个这样的，我如果把它补全，是不是可以看出是一个这样的口裂线？好，还有这个鼻子，我如果把这个鼻子补全，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鼻子？从这几个点能看出啊，你的这个基础啊还没有打扎实，所以大家你们如果想画这种有遮挡的，像头发什么的，手挡脸什么也好，你怎么去画它呢？怎么去画它呢？还是跳开这个照片给你的干扰啊，你首先要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去画，就好像我教大家画这个男孩子，我教你们画这个男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歪着头的？但是我有没有教你们一开始就歪着去画它，去观察它，用一个歪着的角度去观察这张画，并没有，对吧？那样子是加大了难度，会让你在画的时候多出很多没有必要的判断，这个判断这个难度会让你的形变偏啊，会阻碍你，会在你把形画准的路上啊阻碍你，所以这个就是一样啊，明显的啊，这个头发就是让你就是成为了你把形画准的绊脚石。那他要怎么画？他要怎么画？你就还是老老实实的啊，因为被挡住的东西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张脸，它挡住了你，难道不知道这张脸长什么样吗？它是一个正面，所以该怎么画怎么画。
啊，该怎么画还是怎么画，你呢？然后该去画靶子，该去把他的五官定好，对吧？下巴怎么画，然后眼睛五官定位在哪里呀？这些东西，那该画的去画它。哎，我又画错层了，画在这层啊。你们就应该怎么去做它就怎么去做，其他的，因为你要知道啊，大家你要知道，你还仍然是一个初学者，你对很多东西仍然没有，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放掉之前的那个没有放开画准的话，我们就老老实实按照套路来，这样你至少不会得到一个歪了的东西。你看像这种眉毛画在这儿，对吧？眉毛画在这儿，然后眼睛怎么画？啊，鼻子画在这里，嘴巴画在这儿。好，眼睛，对吧？把三庭五眼这个定位定好。我简单一点啊，你看这就是它的底子，这个底子你就这样去画它，对吧？然后呢，你看耳朵该怎么画怎么画，把这些东西都画好之后，它该遮挡的你再去把它擦掉，你再去擦掉它。啊，该挡住的就挡住，这样你就不会出现什么。你看，在这个靶子，啊，我把这个靶子放在这里，在这个靶子的基础上，你会发现什么？如果你不按照这个东西来画，你只画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东西你就不那啥。你看你的眼睛一高一低，看到了吗？眼睛一高一低，对不对？然后鼻子的位置也不对，啊，鼻子的位置也不对。然后这个脸型，你看你的脸型的走向也跟这个靶子的感觉也不对。啊，所以这些东西你是因为呢，这里又有头发，这里有头发，你先预设了它看不到，你就不知道怎么画了。所以如果还停留在这个程度啊，如果还停留在这个程度，想办法啊。哎，但是你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你这个头发画的挺漂亮的，头发的外形画的挺漂亮的。但是因为它风吹嘛，啊，给你们就拓展一下吧。如果你们要画风吹，从这边吹过来，那这边头发画少点，这边头发可以画的再多一点。啊，它要飘，它可以往这边飘的更多一点，这样它有一个风吹的感觉。啊，这样风就起来了，氛围感就来了啊。那所以这样去画它，你就不会画出一高一低了。画完了以后，你看画完了以后，我是一张这样的脸，对吧？你再把它的头发画在这个表面上，啊，把这个头发不管怎么吹怎么挡也好，你把它的这个东西擦掉嘛，这样露出来的部分它是不是仍然是准的？你看我这边头发擦掉，这边擦掉，我露出来这一小节，这一小节的脸啊，这一段脸，它仍然是一个好看的。你看这边的眉毛我不画，我擦掉，它不遮不影响你。啊，这就是思路啊，这就是思路啊，get 到了吗？啊，所以我还是从大的框架上面去判断你画的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没啊，那就是呢，你很多
你在画这种照片的时候，你提前被这个照片带着跑了，你已经那个啥了，已经偏离了这个。然后它是有一点歪头的嘛，你看，所以你觉得它这个眼睛一高一低，对吧？你觉得这个眼睛一高一低，你就画了一高一低了，但是你没有判断出它是头歪了才会这样。所以如果是你要画一个，哎，它偏过来了，那你的发际线是不是也要跟着，这个发缝是不是也要跟着做变化？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做变化？你要画出它是那种歪头偏头的感觉啊，像这个地方明显的脸型啊，而且就是大家画照片啊，哎，怎么说呢？你们这个经验不足啊，你不知道怎么去安排它露出来的部分和遮挡的部分。你像这个地方不应该遮挡的，尽量不要遮挡，否则会给看的人形成一种误解。你就把这边脸型大大方方的你要露出来，因为两边都挡了，人家就不知道他脸型长啥样了。所以像这个地方该露出来的你要露出来。你看，像你画一个这样的脸型，它不是要好看很多吗？为什么要画一撮头发这样去挡住呢？啊，这个设计是属于一个考虑的，这是属于一个经验不足的设计啊。好，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你的这个已经超出了这个本堂课的一些范围了啊。这个是跟原创啊、跟经验相关的，我觉得初学者可能还是先把基础打好啊，像这个部分还是可以的啊。另外就是啊，像这个鼻子的位置啊，像这些地方还是给它找准再来画。你看三庭五眼啊，你现在这个中庭，那跟下庭一样了，它是一个低头啊，它是一个低头，它是一个低头，所以在低头的时候，下庭肯定是要比中庭短的，而且正常人的长相，下庭啊，特别是亚洲人不会有这么饱满的下庭的，亚洲人天生的下巴都会比较短一点啊，所以我们的画的这个三庭啊，一定不是一个等分的，绝对等分的关系啊，我们的下巴就是会短一点的。OK，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如果你们还想要画一些照片自己去发挥的话，一定要注意把学的东西给用上啊，把学的东西用上。你像这种，下次我就不点评这样的了啊，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课堂基础的，就是好像没有用上课学的知识，你直接让我点，我不知道怎么点啊，这个没有办法评，没有办法评。OK，今天就到这了啊，大家把今天的一些，今天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啊，我们总结一下，一个是肩膀，对吧？肩膀，还有就是脸型啊，脸型很多同学画的脸型还是不够概括啊，还是就是照片啊真人的痕迹有点重，就是脸型画的不够标准，就是漫画脸有漫画脸的标准啊，它在自然的前提下，它多了更多那种收敛的、克制的，然后那种几何型的那种概括性的画法。还有呢，就是眼珠子啊，眼珠子的形状、大小、位置，这个很微妙啊。还有眉毛和睫毛的这个毛流啊，它的长度啊、密度啊、方向啊，这个东西大家也再去调整一下，好好的把这些东西给消化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好吧？OK，今天就到这里喽，下一节课我们就要开始上色了啊。下一节课我们要开始给它上色了，所以大家准备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按照我上课的那个方法，我是有准备一个，你看我是有一个这样的，在合并之前啊，看我是有留了一个这样的线稿在下面的，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做一个这样的备份啊？我们上色是在这个备份的基础上去上色的啊，这样方便一点。那我这些图层啊，都是有分开的，有保留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上色的那个线的那个草稿线稿的要求和独立的一个展示用的线稿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回去你稍微再去整理一下啊，整理一下。我们在这样一个比较干净的线的基础上去上色啊，备份在这个备份的基础上去上色。OK， 今天到这里了啊，下次大家尽量来啊，因为我知道我看到有很多同学说，哎，线稿画的还不错，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画颜色啊。以我的教学经验来看，就是线稿画的好的啊，形画的准的同学不一定色彩的感觉好，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的长处、擅长的点、敏感的点不一样，有的同学可能他的形差一点，但他颜色画的很好啊。所以呢，就是不管你的线稿画成什么样，只要你跟了课了啊，下节课争取还是都来听啊。然后颜色这一块，我觉得是可以，有可能会给大部分的同学啊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的，带你们重新认识色彩的世界，好吧？那么就期待下次咯。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好，如果是作业没有做的，还没有做完的同学啊，你们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呢，我们下次给他上色，把线稿画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啊，画到这个程度呢，不要睫毛也可以，不要这个调子，不要这个调子，那些有的没的啊，花里胡哨的装饰性的东西都可以不要有，到这个程度。啊，如果作业还没有做的，没有来得及做完的同学，到这个程度就行了，我们到这个程度就可以开始上色了，甚至啊。实在不行，有一个这样的草稿，也是可以上色的啊。好的，我们下次见啦。今天是周3对吧？我们周5见啊，周5见。好，大家拜拜，晚安。